女子刚丈夫就在从前和别的女子设起了恩爱，苍天有眼，如今他重生回了落水后的那天。重生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捉奸。前世宋若曦在集机礼上推我下水后，打着为我祈福的名义，在寺庙住了1个多月，和江景深每日双宿双飞，好不快活。今日我就帮他们一把，成全这一对狗男女。这么感天动地的爱情，当然要传遍全上京。宋若兰一改冷漠疏离的态度，主动邀请上京贵女们一起去寺庙祈福，贵女们纷纷赴约。长宁侯府每年都会捐赠一笔不菲的香水钱，晋国4位宋府留有一间宽敞。宋若兰邀请众贵女前去品茶，刚走到门口，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此时里面传来一阵阵男女调笑的声音。把门砸了！谁这么大胆？这男子是谁呀？这不是镇国公府的江世子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女子又是谁？在佛门如此行径，真是脏了圣地。没想到一向清风霁月的江世子，也会做出这等偷鸡摸狗、见不得人的事。此女真不要脸，一直钻在世子怀里，也知道自己丢人啊！二妹妹是打算躺在世子的怀里不出来了是吗？原来这女子是他的妹妹啊，真的是厚颜无耻了。都是我的错，汪大小姐不要怪罪希儿，我保证她不会影响你镇国公府主某的地位。那我是不是要感谢江世子的不弃之恩？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大齐的男人是死绝了吗？我非要嫁给你？你真是不可理喻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只是喜欢的人刚好是你的妹妹而已。姐姐，我喜欢世子，世子也喜欢我，我们是情难自禁，求姐姐成全。如今事情闹这么大，姐姐是不得不同意我进江家的门了。这是什么不要脸的言论？就是，宋氏姐妹的名声都被他毁了。好啊，我成全你，明日我就让母亲去退婚。退婚？为什么要退婚？姐姐的名声不要了，姐姐不嫁，那以后我怎么用她的嫁妆？郑国公府不会娶一个庶女做世子夫人，今日之事被这么多人看到，事情很快就会传开。如今我已不是清白之身，名声也坏了，现在是只能被抬过去做妾。不过和嫡姐一起嫁过去，自己也有好日子，至少嫡姐的嫁妆可以为我所用。再说她在郑国公府竟然不敢端出世子夫人的姿态来管束我，那样会惹世子不喜，父亲也不会放过她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名声？你的姐妹们的名声被你败光了。宋家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知会，你真是恬不知耻。见宋若曦毫无悔意，众人面面相觑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宋府的家事总轮得到我管吧？你怎么敢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不顾脸面和人在寺庙苟且，丢尽了宋府的脸面。宋家所有的姐妹都因为你蒙羞，你可知错？我和你拼了！拿开你的脏手，不许碰我家小姐！今日让大家见笑了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每人都可以去宋氏铺子选件首饰，算是我的赔礼。很快，消息就传遍了全上京。宋若兰一回到家，就被请去了前院。真好，母亲还在。兰儿，这就是我的好父亲。只要和宋若曦发生冲突，被罚的永远是我。孽女，瞧你做的好事。你疯了？跪下。前世也是如此，只要父亲不高兴，动辄就被父亲罚跪。敢问父亲，女儿不知道犯了何错？还不知道错在哪里？你把宋府的脸面都丢尽了。父亲说笑了，丢尽宋府脸面的难道不是二妹妹吗？你不带人去寺庙堵她，谁会知道这件事？所以二妹妹和姐夫同处一室，不清不楚是女儿的错事吗？你今日大小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竟然敢顶撞自己的父亲！以前的她哪里敢在父亲面前说半个不字？希儿，我已经骂了她，这一次她也有错。哼，你只是骂了她，可你刚才可是要砸死我呢。姐姐，妹妹的命就握在你的手里了，我和世子两情相悦，姐姐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希儿，你起来，你不用跪她，为父自有主张。宋德光刚拉起女儿，杜姨娘又扑通一声跪在宋夫人面前。姐姐，你就劝劝大小姐，你们行行好吧。希儿的名声没有了，她只有嫁给世子才有活路啊。罗儿，你不用担心，为父会为你们母女做主。老爷，希儿被上京笑话，我做娘的怎么不心疼呢？都是你做的好事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父亲，我要退婚。兰儿，不可，错又不在你，为什么要退婚？姨娘不用求我母亲，二妹妹也不用求我，我与江家毫无关系，也做不了二妹妹的主。大小姐这是要害死希儿吗？姨娘的话好没道理，我不嫁江世子，二妹妹就不能活了吗？大小姐因为此事退婚，江家哪里会肯再要我的希儿？老爷，你要为希儿做主啊！她不嫁，希儿嫁。老爷，你闭嘴！瞧你教的好女儿。母亲，我们走。母女俩回到了芙蓉院。
兰儿，你真的要退婚吗？母亲，你愿意我嫁过去吗？兰儿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女儿想好了，母亲放心，以后女儿会遇到一个对我好的夫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退婚吧。一个和妻妹牵扯不清的男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明日母亲就上门去退婚。母亲，接下来女儿的话你要好好听。兰儿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母亲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发生的一切就像真的一样。是昏迷这段时日做的吗？是，我梦见我落水，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宋若曦推我下水的。落水的真相母亲已知晓，在知道是被宋若曦推下水差点送命的时候，我也闹过一回。但是你父亲只是杖毙了他身边的婢女，对宋若曦只是不痛不痒训斥了一顿，罚他去寺庙为你祈福去了。我梦见了自己嫁给江世子5年后就死了，是在江家被人下药害死的。母亲因为女儿去世接受不了打击，2年后也去了。女儿死后，一直被世子养在外面的宋若曦登堂入室，成了新的世子夫人。她在外面生的儿子记在了我的名下，成了镇国公府的嫡长孙。女儿的死是为宋若曦腾位置，父亲把杜姨娘扶正，用母亲留下的钱财铺路，父亲的官越做越大，还为杜姨娘挣来了一个诰命夫人的封赏。女儿还看到了江景深和宋若曦琴瑟和鸣，宋若曦用我的嫁妆在上京贵妇圈赚足了脸面，而母亲你的娘家被父亲赶出了上京，就是为了抹去他靠的是钱夫人的财力，混到了高位，也是为了堵住了悠悠众口。宋若兰把前世发生的事通过梦境的形式和盘托出，说完后早已泪流满面。宋夫人听女儿讲完，脸上早已毫无血色。将来她的女儿会被人害死，这是她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。兰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母亲，明日你去江府退婚，把声势弄大一点，还有让谢叔把账本拿过来，你手中的产业全部清算一遍，以后长宁后府的开支不要再用你的嫁妆了，以后母亲的嫁妆就由自己来打理。长宁后府的死活与母亲有何干系？养了一群白眼狼，还不如拿去喂狗。这些年，父亲心安理得用着母亲的嫁妆，却把所有的真心呵护却都给了杜姨娘。连侯府的下人都知道，主家真正做主的人是杜姨娘。只要母亲执掌钟馗的一日，就会用自己的嫁妆好吃好喝伺候着海棠园的那一大家子人。可是父亲软饭吃了，还嫌弃母亲的商户身份，而杜姨娘是父亲的表妹，两人在少年时就眉来眼去。但是杜姨娘的娘家撑不起父亲的野心，所以杜姨娘就委曲求全，做了父亲的小妾。在回明兰阁的路上，下人们都3、5成群在一起窃窃私语。大小姐和二小姐都看上了镇国公府的江世子，二小姐闯了祸，受罚的是大小姐。在老爷的心里，二小姐才是最重要的女儿。听闻世子钟情的是二小姐，二小姐有老爷撑腰，大小姐将来就像夫人一样，在夫家也会不受宠。夫人真没用，生个女儿也像她一样，连个男人都搂不住。滚出来！红衣、绿帘，把人抓过来！滚出来！红衣、绿帘，把人抓过来！大小姐饶命啊！哼，掌嘴！把他们带去母亲的院子。兰儿，今日你想怎么罚就怎么罚，母亲看着就是。夫人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完了，红衣，把后院当差的婆子、婢女都召过来。是。再有不尊重主母的，这就是下场，给我打！噼里啪啦的棍棒落下的声音，压滑的足够声。宋若兰不说停，执行处罚的小厮们根本不敢停下来。都在那里，没有谁不想在侯府了。现在说出来还不晚，本小姐痛快放你们出去。如果留下，就要知道到底谁才是侯府的主人。不要拜错了庙，朝错了菩萨。再有不敬主母者，刚才这些人就是下场。是。找人去把这些人买回来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处理掉。是。没想到大小姐这一病倒变了个性子，不过也就折腾几个下人而已，我还以为她有天大的本事呢。娘，宋若兰真的会退婚吗？宋若兰退婚了，那女儿怎么办？娘，我们一定要让宋若兰嫁入江府。去看着吧，江家不会轻易退婚的。如果夫人自己上门去退呢？放心，你父亲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老爷那个人好不容易攀上镇国公这个亲家，他怎么会舍得放手？娘，女儿等着了，可是女儿的肚子等不了啊。你糊涂啊！宋若兰要嫁过去，而且要赶紧嫁，我的希儿才可以在没显怀的时候纳进门。若是江世子娶了别的女子，别的主母哪里能容得下庶长子，而宋若兰却不得不容。晚上杜姨娘把宋德光叫了过来，是说要逼宋夫人交出更帖，避免他会拿着更帖去江家退婚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宋德光去了芙蓉院。我真的不记得放在哪了。你骗鬼呢？更迭这么重要的东西是能随便放的吗？说完便亲自上手，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。你发什么疯？这门亲事你要敢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女儿的亲事我还做不了主吗？你为俩想过吗？她以后过得好不好，你会关心吗？你简直不配为人父。闹够了没有？看看你们，都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，还闹得鸡犬不宁，也不怕人笑话。母亲，兰儿的亲事不能退。胡闹！谁说了要退兰儿的亲事，还不去上朝？宋德光气冲冲地走了。母亲，你现在出息了，但和夫君叫嚣了。今日我把话挑明了，兰儿的亲事不能退。世子与兰儿不是良配，母亲难道想看着兰儿跳进火坑吗？满嘴胡言！郑国公府的亲事怎么就成了火坑？哪个男人没有3妻4妾？兰儿因这事退亲，传出去以后，哪家敢要她？母亲，你没事吧？祖母，你们不用找了，更贴在我这儿呢。你一个闺阁女儿，对亲事挑3拣4，成何体统？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亲你说退就能退吗？这个口口声声吃斋念佛的老人，其实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。她每日躲在家里的小不堂不出来，却对家中大小事都了如指掌。上辈子母亲落得那样的下场，与她脱不了干系，还纵容自己儿子宠妾灭亲。只要谢家的财产不出侯府，老夫人就不会管束父亲。毕竟杜雨柔可是她的亲侄女啊，不管祖母怎么阻拦，孙女都不会嫁。反了，老身还没有死呢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说完，小雪就走了。这一家子人从根上就烂掉了，得想个法子把我和母亲从侯府摘出来。小姐，江府来人了，看来江府终于有动作了，给各位长辈行礼。不用多礼，今日来是拜身来给你赔礼的，还不快过来？寺庙之事是我的错，请宋小姐莫要见怪。什么宋小姐？她是你的未婚妻，叫兰儿就对了。为了宋家的银子，费心装这么亲热，可真难为了她。前世怎么就没看出她慈眉善目的样子呢？兰儿，对不住了。世子不顾人伦，和二妹妹传出这等丑闻，轻飘飘一句对不住，我就要当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兰儿不得无礼，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无论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连发泄怒气的资格都没有。宋若兰一向规矩，从未在长辈面前失礼过，今日摆明了是要让我们难堪，是逆子让兰儿受委屈了，兰儿心中肯定不自在。今日来也是让诸位放心，以后兰儿嫁入江家，江家的钟馗就交给她打理，我老婆子就要去享清福了。切，演戏谁还不会呢？看来江夫人确实很看重这门亲事，只要抓住了郑国公府的掌家权，女儿就不用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，也没有人敢欺负到她头上去。看着母亲眼中的光，宋若兰轻叹一口气，在江夫人这个老狐狸面前，母亲还是单纯了些。江家看重的是宋家的财产，让我掌家，可以名正言顺让我把嫁妆补贴郑国公府罢了。好了，江夫人已经拿出诚意，兰儿你就不要再闹了。闹，在祖母的心里，我这是女儿家再使小性子了。谢江夫人抬爱，只是若兰年纪尚小，没有长郭家，不知道能不能管理好郑国公府的一大堆事呢。让你母亲提点你，在没成亲前，侯府就交给你打理。好，就按你父亲说的办。你好好和你母亲学，以后嫁去国公府，不要丢了侯府的脸面。是，孙女知道了。哎，好像不对，总觉得被这个臭丫头算计了，可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哼，还以为你有多清高，让你掌管钟馗就巴巴的赶上来了。兰儿是个能干的，能娶到她是生的福气。宋家兰姐妹各有千秋，一个雍容华贵，一个千娇百媚，以后左拥右抱共享7人之福，想想多美滋滋。见宋若兰没有再闹，两家人都格外高兴，闲话了些家常。过了一会，江夫人和江世子心满意足，告辞而去了。女儿不会嫁去郑国公府，世子夫人谁爱当谁当去，母亲就帮女儿拖一下婚期就够了。可刚才在江夫人面前，兰儿你可不是这个态度。那只是权宜之计，母亲不用放在心上。只要母亲知道我们和江府没关系就好。宋德光很快就把消息告诉了杜姨娘。希儿为何一定要和你姐姐一起嫁入江府？这怎么说？说我看中的是姐姐的嫁妆吗？说父亲的大女儿一定不会长命吗？父亲，姐姐一直都很照顾我，和姐姐一起伺候江世子，女儿心里踏实。可就是委屈希儿了。杜姨娘担心宋德光猜出他们母女的心思，把宋若曦打发回了自己的院子。谢嬷嬷带着2个盒子来到了明兰阁。
小姐，这是夫人差老奴送过来的。宋若兰打开了盒子，一个盒子装的是库房的钥匙，而另一个装的是房契地契。母亲不愧是谢家的女儿，房契地契厚厚的一摞，这份家当全大齐也找不到几个。红衣和丽莲跟我走。宋若兰掌家后，第一时间去了库房。宋府的库房泾渭分明，宋德光有单独一个小库房，而宋若兰先打开了宋夫人的库房，里面整整齐齐摆满了各种金银珠宝，各种锦帛更是不计其数。宋若兰走进内室，径直走到最里层，挑出一本医书。上辈子，宋若曦把这本失传已久的医书占为己有，并按照医书的记载，治好了四皇子的顽疾。因为这份恩情，四皇子登上帝位后，答应了江妃的请求，为一个外室赐婚，使宋若曦成为世子夫人更加名正言顺，对郑国公府更是器重，让他们延续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今世宋若曦没有了这本医书，皇帝还会给她赐婚吗？宋若兰拿起了账本，粗略看了一下，只算贵重头面，杜姨娘就拿走了不下20副。贪心到这个份上，杜姨娘的脸皮真比城墙厚。宋若兰直接去了宋德光的书房。不懂得去问你母亲，这书房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你那个宝贝二女儿，一日不知来多少次，也没见你发火。父亲，既然女儿掌家，父亲库房的钥匙应该也是女儿管吧？还有父亲的俸禄，也是要交付宫中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刚掌家不懂，你母亲库房有许多现银。父亲是说，这么多年来，侯府是靠着母亲的嫁妆维持生计吗？也不是，父亲的俸禄也是够用的。父亲如此说，女儿以为侯府是靠着母亲的嫁妆过日子的，女儿真是不该小瞧父亲。虽然和夫人的婚姻是交易，但是在女儿面前也不能被小瞧了。这是父亲库房的钥匙，你拿了去。父亲，刚刚兰儿去看了母亲库房的珠宝字画，少了许多，不知道是这些下人监守自盗呢，还是家里进了贼。女儿准备请官府来查。什么？兰儿不可，传出去又要有侯府的闲话了。为何母亲的嫁妆失窃，报官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为何会惹闲话？金银首饰都有谢家的印信，一查很容易查出来的。为父拿了一些。父亲一个男子要珠宝首饰做什么？难道父亲拿去典当了？难怪江世子更喜欢希儿，就兰儿这个脑子，哪个男人不会朝三暮四？可惜了我的希儿是庶女。典当首饰做什么？反正我会放回去的。那父亲还是物归原处的好，被有心人传出去，父亲觊觎母亲的嫁妆，父亲又要遭御史弹劾了。兰儿不用急，有些我忘了放哪里了，过几日我找回了差人送回去。要的就是这句话，就让你死要面子活受罪。那兰儿就先回了，如果最后对不上，女儿就要报官。父亲不要曲解女儿的意思，女儿只是不相信侯府的下人。宋德光压住了心中的怒火，这是把我当贼了，堂堂一侯爷被女儿拿来和下人比，逆女，这是要气死我吗？就不该让她掌家。女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？以前夫人管家，女儿也不是不知道我会去库房拿首饰，今日这是故意让我难堪，都怪她，是她教出来的好女儿。宋德光去了芙蓉院，你又想干什么？瞧瞧你教的好女儿，竟然管起我的俸禄来了。不是你让兰儿掌家的吗？为了一点俸禄来大呼小叫，也不怕惹人笑话。你库房的首饰对不上，兰儿说要报官。如今兰儿掌家，他想报官就报，你怕什么？我以前拿你库房的嫁妆，你也没说什么，如今他要报官，我这张脸往哪里放？真是笑话，你还有脸吗？你在我库房拿的珠宝还少吗？不想女儿看不起，就把东西还回去。宋德光气得指着宋夫人，你去让他消停点，你的嫁妆本来就是侯府的，我用点怎么了？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不成？宋夫人简直要气笑了。有本事你去皇上面前说说，我谢家的嫁妆什么时候成了你宋德光的了？你这个泼妇，难怪兰儿像化了一个人一样，就是你在后面拱火。哼，你要维持体面，不想在女儿面前撕开贪婪的形象，你就把讨好小妾的首饰都还回去。芙蓉院吵得不可开交，想要我的嫁妆门都没有。然而另一边，宋若兰去了膳房，膳食马上就好，请小姐稍等片刻。母亲的膳食给我看看。夫人的燕窝还要约莫熬一整茶的功夫，膳食也快好了。这时杜姨娘身边的大丫鬟秋霜带着小丫鬟来了，两人直接走向已经准备好的膳食旁，直接提了就走。站住！为何母亲的膳食还没好，海棠园的就可以上菜了？杜姨娘说身子弱，不能吃太晚，所以老爷说了，膳房一切以杜姨娘为先。看来侯府的规矩都被狗吃了，一个妾室，处处比主母为先，谁给的脸？这是舅舅送来母亲补身子的血宴，为何会是杜姨娘的膳食？且府中主母的膳食还没有做好，姨娘的倒先做好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
小姐，这是老爷特意吩咐给姨娘补身子用的。这是舅舅托人从南国带来的血燕，是你能随便做给不相干的人吃的吗？奴婢该死！以后母亲的所有东西没有本小姐的准许，谁擅自动一下试试？大小姐恕罪，老奴一定遵照小姐的吩咐。宋若兰使了一个眼色，红衣和绿莲立马抢着附和。大小姐，你就不怕老爷怪罪吗？老爷不会放过你的。红衣，掌嘴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，这是姨娘补身子的燕窝，这是老爷特许的。看来这巴掌还是打少了点。这么伶牙俐齿的奴才，你以为这个家是一个妾室做主吗？起来吧，以后再发生这种事，本小姐会把你们一家子都赶出府。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把这碗血燕送到母亲那里，以后外祖家送来的补品只能给母亲吃。再有下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吃了，别怪本小姐不客气。秋霜哭哭啼啼把大小姐抢走燕窝的事情添油加醋了一番，讲给杜姨娘听。你去书房找老爷过来，我就不信还没人能治得了他。奴婢先涂一下药，再去找老爷。我可不愿意让老爷看到自己这么狼狈的样子，我可还期待老爷哪日把我给收房了呢。就这样去，老爷才会知道他的女儿有多疼。流光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海棠园。老爷，柔儿这是受了何委屈？为何哭得这么伤心？妾身只是感怀自己身世可怜，以前也是千金小姐，家道中落后承蒙表哥福气嫁入妃，这是妾身的福气。只是如今轮到大小姐当家，连一锅好燕窝也不能吃，只配吃这些无法下咽的菜色。说完哭了起来，把宋德光的心肝脾肺肾都哭碎了。哼，岂有此理！去把那个逆女叫来。奴婢派人去打听过了，小姐和夫人正在用膳呢。宋德光听完像一阵风一样冲回芙蓉院。这个老头宠妾灭妻，妻子拿嫁妆养活一大家子，却过得不如一个妾。如今吃顿好的还要被说。夫人真是好胃口。又看了看宋若兰，你真是有孝心啊！父亲是怪罪女儿不该陪母亲用膳吗？你真是一个好女儿，你母亲的膳食比祖母的好上不知多少。父亲是不是忘了，祖母静心向佛，每日在吃斋食呢？为父每日吃的也只不过4个菜色而已，你母亲倒好，一个人吃了为父的2份。老爷是认为妾身吃的太好了。我没说错吧？你这就是浪费。你看这血燕，这肘子，还有这些。不是父亲想的这样。今日兰儿想陪母亲用膳，去膳房时有已经做好了的膳食，女儿就把膳食先端过来了。这是杜姨娘的膳食，膳房把她的膳食先做好了，而母亲的膳食还没做好呢。知道是杜姨娘的膳食还抢，你有没有规矩？老爷，是杜姨娘一个妾室，就该比我先吃就有规矩，还是说杜姨娘吃的比我好太多才是有规矩？你不要胡搅蛮缠，你等一会又有何妨？为何要抢柔儿的膳食？那妾身不愿意等呢。还有，我今日才知道，老爷的手还伸到膳房了。什么一切以杜姨娘为先，老爷你也不用装了。你不就是看到海棠园今日菜色差了好多才来兴师问罪的？你是不是应该为妾身打抱不平一次？身为侯府主母，你去膳房说一切以杜姨娘为先，妾身的脸面往哪放？柔儿的身体不好，为夫才让膳房准备一些好的。他的身体不好，能吃8个菜，我和兰儿2个人都吃不完，为你的心头肉出气，你是不是该搞清楚由头？今日我才知道，我大哥特意从南国买来的血燕原来是这种味道，凭什么他吃我大哥买给我的血燕？这也是你吩咐的吧？每日大鱼大肉伺候着，就今日吃了一次我的膳食就委屈了。我每日都吃那几样，怎么没有见你为我叫过屈呢？以后他的膳食就归老爷管，我和兰儿的膳食我们自己做。我吃糠腌菜还是山珍海味，老爷你都管不着。好，你就是一个泼妇，我还没对你怎样，你就忙着撇清关系，以后你就别想我踏进你的院子一步。你最好说话算话，不要自己打肿了脸。父亲认为女儿苛待了你的妾室，以后女儿还真不敢管了。这个掌家权就交给姨娘吧。兰儿一个闺阁女子，可不能因为苛待父亲的妾室坏了名声。好，以后这个家就交给柔儿管，以后谁也亏待不了她。兰儿，把你父亲库房的钥匙交还与他，以后让你父亲的心头肉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为这个家操心操力，还得训斥苛待别人。母亲为你做主，这个掌家权我们不要了。红衣。兰儿，你真是料事如神了。以前我说不掌家，你父亲从未答应过，今日还真被你说中了，一激他就收回了掌家权。今日母亲和女儿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父亲就是想反悔也没脸了。柔儿，以后侯府就你当家了。就管老爷的库房吗？夫人库房的钥匙呢？那个泼妇，她怎么肯把她的钥匙给我？柔儿放心，以后我的俸禄就交给你了。你的那点俸禄，养着一大家子人都养不活，以后还能吃点好的吗？老爷对柔儿真好，柔儿谢谢老爷。以后柔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看那个泼妇的脸色。
今日就不该闹这么一出，要怎么想办法把钥匙还回去？回到明兰阁，宋若兰吩咐绿莲把杜姨娘夺掌家权的事给传扬出去。到了晚上，绿莲回来把外面的传言告诉了宋若兰。你说什么？二妹妹有孕了？是的，小姐，现在江家来人了，大夫人和老夫人现在前厅招呼呢。不知嬷嬷来宋府是有何贵干？夫人说了，这个孩子不能留，正妻还没进门，庶长子就有了，江家丢不起这个人。不管你们宋府达成了什么协议，我们江府不会让妾室比正室先生下孩子。江家的规矩不能破，江府的长子一定是嫡妻所生。外面的那些都是传言，希儿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哪里来的孩子？请府上放心，我们宋府不会做出这等败坏名声之事。镇国公府的家风清正，以后镇国公府的嫡长孙一定是兰儿亲生的。那我家夫人就放心了，老奴这就回去禀报。姑母，求求你放过希儿吧。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，以后希儿还是会有孩子的。这次打掉了也好，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可是希儿还小，打掉孩子很伤身子的，她以后怀不上孩子怎么办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，动手。很快，宋若曦落胎的消息传回明兰阁。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没有生下来，算日子，这个孩子就是前世的江恩。看来这一世因为重生，一切都和前世不同。小姐，江世子求见。不见。绿莲转身就去会决江世子去了。绿莲很快去而复返，手上多了一个锦盒。小姐，这是江世子塞给我的。他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没有去看二妹妹吗？没有。小姐，你怎么还希望世子去看二小姐呢？要不然你以为世子为什么突然间来看我？我知道，因为二小姐有了身子，世子觉得对不起小姐，所以送根发钗来赔礼。二妹妹刚落胎，江世子最应该去看的是二小姐，他反而跑过来送发簪给我。二妹妹是为他受的苦，他倒好，担心的是我会不会生气。其实他也不是真正在乎我生不生气，而是在乎我的嫁妆能不能顺利抬进江府。这样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我以前怎么会看上眼？真是瞎了。小姐，奴婢觉得你好通透，狠起来连自己都骂。连个面都没见着。是，连面都没见着。簪子是儿子强行塞给他身边的丫鬟的，母亲让儿子去受辱，母亲可高兴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商户女就是商户女，教出来的女儿也是小家子气。宋若兰这样的杜甫，若进了江府后院，不会搞得后宅不宁吗？罢了，只要进了我江府的后院，再善妒的妇人，我也能让她消停。小姐，我们今日出府是去哪里啊？和母亲去外祖家。兰儿，我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一样？你祖母还让我们住上几日，你祖母难得这么通情理的。谢家也肯定听闻了宋府发生的事，祖母现在还不想得罪外祖家，要打消谢家的疑虑，当然是母亲亲自回娘家一趟，看到母亲好好的，外祖才会相信那些真的只是谣言。而父亲答应母亲回谢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母亲不会碍着杜姨娘长家。你父亲就是越来越糊涂，让妾室长家，他的宠妾灭妻的名声是坐实了，对他的仕途有害无益，母亲会不甘心吗？你父亲拎不清也不是一日两日的。兰儿放心，他在母亲的心里只是你的父亲而已，没有了别的身份。今日不知道你弟弟会不会认我。宋若安刚生下来就被送到了外祖父的远房表舅家，这次母女俩就是准备接他回来的。以后相处久了就会亲近多了。母女两个在车中谈笑甚欢，突然间马车剧烈摇晃，听到马嘶叫一声，疯了似的跑了起来。母亲，坐稳了。纨绔皇子在街上救了一女子，就想让人家以身相许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多谢公子相救，小女子感激不尽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小女子先行告退，他日定当回报。不知要去哪里讨还这份恩情呢？我是西街谢氏幼女谢芳，以后公子如有需要，只要报上我的名字，家父必定鼎力相助。谢氏，富商谢怀远的老来女，长宁侯府的宋夫人。那身边这位就是前不久带人去寺庙捉奸的宋府嫡长女了。宋小姐，假若我今日就要回报呢？王爷，您还嫌名声不够臭吗？救了人，当街就要回报。不知公子想要得到何种回报？宋小姐去哪里？让我送你一程如何？王爷这是要干什么？怎么竟做些让人不齿的事？镇国公府权势滔天，想全身而退还是未知数。凌云州是江景深得罪不起的人，还不如利用他解除婚约，也无不可。那王爷请吧。我以为我们家王爷混不吝，没想到宋家大小姐也不遑多让。你认识我，他是不是也认出我来了？瑞王之兰玉树，超凡脱俗，行事方式更是不同于常人，在上京声名显赫，无人不知。小女自然也不能免俗。这是骂我呢，还是夸我呢？
这明摆着是骂王爷呢。谁家正经公子会缠着去送闺阁女子？肯定是宋小姐觉得本王好看，才没有拒绝。她是夸我吧？宋若兰坐上马车，林云洲随即跨上马，和马车并行。一行人朝西街的谢家走去。明日上京，又不知道会传出什么难听的话呢。有母亲在，女儿名声坏不了。王爷他想干什么？应是看着我们的马受惊了，担心再次马车失控，再次护我们一程。他和我们非亲非故，为何要护着我们？这少年看着不像是爱管闲事之人。女儿也想不通，不过既然人家好心，不要负了这份好意就是。今日瑞王的救命之恩，若兰记下了。果然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。西街谢氏离闹市不算近，但林云洲今日觉得这条路格外短。不久后，几人便来到了西街谢家，门口早已挤满了迎接的家人。宋小姐，后会有期。说完，转身就骑马走了。几人回到屋内，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最先说话的是大舅母。这次就住多几日，长宁侯府一个破落户，规矩还挺多。你少说点，毕竟是妹妹的夫家，回来就好，多陪陪父亲母亲。芳儿，母亲知道你这次回来是要接若安，所以早早就派人去你表哥家把若安接回了。这时，有一位妇人牵着一位小男孩走了进来。铁蛋，给夫人行礼。夫人好。若安，我的儿。宋夫人心都碎了，她后悔不已。以前听信道士的胡言乱语，白白浪费了和儿子相处的7年时间。我叫铁蛋，夫人认错人了。铁蛋，你听娘说，宋夫人是你的亲娘，你是上京长宁侯府的嫡长子。我不要什么嫡长子，我要做娘的儿子。你不是说要去上京吗？你母亲就住在上京。我不去，上京没有娘亲。谢谢你们把若安养得这么好。难为夫人还记得有这么一个儿。你们一家搬去上京如何？这样就可以经常看到儿子了。不行，表嫂不用担心在上京的开销，我会保你们一家无忧。铁蛋随着你们回去，我们跟着算什么？孩子还小，你们养着养着就亲近了。我们在他身边，他总会记挂着往我们身边跑，哪里会静下心来念书？你们也不好管教。以后他继承侯府，有我们这样的养父母，平白惹人笑话。表舅母可以随我们去侯府，就说你是若安的奶娘，若安也会欢喜的。娘亲是要把儿子送走吗？儿子，你想继续读书吗？想。上京有很多有学问的夫子，侯府还有自己的学堂，你去了就可以继续念书，你愿意去吗？宋若安看看宋夫人，又看看丁嫂子，她想读书，但是她又不想离开娘亲。娘，你们和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以后儿子长大有出息了，娘就来找你了，你听话，和你母亲一起走。你以后是侯府的少爷了，不能像在家里一样爬树、掏鸟窝，弄得全身脏兮兮的。要和父亲母亲多亲近，和兄弟姐妹友爱相处。你是男子汉，不要动不动就哭鼻子，知道了吗？娘，儿子知道了。若安，我是姐姐若兰。娘亲说过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能随便触碰女子。若安，以后你想来看看表舅母，姐姐带你来好不好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他是养大你的人，你不要忘了他们。宋若安擦了擦眼泪。那我要经常来。好，姐姐陪你。几天后，母女俩把宋若安接回了宋府。宋德光怪罪宋夫人没有征得他的同意，就擅自把人接回来了。征得你同意，你会让我接回来吗？他可是你的儿子。道士说了，他在我们身边养不大。你再去找那个道士回来，看他如何说。姐姐，父亲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姐姐和母亲喜欢你，你是这个家的儿子，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。若安，你记住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杜姨娘长家的这些日子，宋德光一片焦头烂额。他想送给上峰一块顶好的端砚，被报价1000两银票，杜姨娘说拿不出来。寿安堂的老夫人也是生了一肚子气，虽然对外说是吃斋念佛，可没有一次是真正吃过斋饭的。以前的膳食不是山参就是燕窝，如今的膳食哪能看到荤腥？老夫人，大小姐来了，还带来了大少爷。我倒要看看谢氏不顾侯爷的反对，私自带回来养在外面的孙子有何本事。主母好。看着这么乖巧的孙子，宋老夫人突然间所有的怒气全部散了。来到祖母这里来，这孩子长得可真是喜人。宋老夫人问了许多宋若安在乡下的生活，宋若安都一一作答。我的乖孙子，你受苦了。转眼宋若安7岁生辰马上就要到了。哪儿？22的生辰宴要办得盛大一点，刚好让上京的世家都知道侯府的嫡子接回来了。母亲放心，
一切包给我。女儿明日为何不能出去？明日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贵人，你们出去冲撞了可不好。老爷你也太偏心了，希儿不让出去，那世杰呢？为何也不能出去？为何宋若安回来，连你的儿子在侯府都没有了一席之地了吗？明日你们就在院子里不要出来，所有姨娘和他们的子女我都会派人守着。冲撞了贵人，休怪我不客气，世杰也不行。第二日，世家贵人们都在郑国公夫人来了以后，陆陆续续登门赴宴。听闻这次操办生辰宴的人是宋家嫡长女。哟，未来郑国公府少夫人确实能干。以前有传言宋家嫡女貌若无颜，江景深能和他的庶妹搞在一起，肯定是他长得实在太丑。今日一看，原来是江家捡到宝了。这时，五皇子瑞王和太师府二少爷秦霄贤也走了进来，跟着身后的还有宋家大房的长子宋柯。兰儿竟然请到了皇室之人。大哥，宋柯靠近宋若，悄悄说道：“他们俩是死皮赖脸跟来的。原来人是大哥请来的，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和大哥有交情。”瑞王随手扔给宋若安一块玉佩，生辰极乐。王爷不可。宋小姐，你可愿意做本王的王妃？今日本王心情好，这块玉佩是本王的心意。怎么，本王送了就送了，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？你姐弟收着便是。这小蹄子竟然和瑞王有交情，今日这不是打郑国公府的脸吗？宴会过后，众人来到了后院赏花。宋小姐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宋若兰知黎环玉的心思，见他故意走到湖边，宋若兰心中冷笑，真是豁得出去啊。江景深一看到黎环玉和宋若兰在一起，很快就抄了近道过来，只是刚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，黎环玉突然惊叫了一声：“我不会破坏你和表哥，你为何还要推我下水？真晦气！”宋若兰随即也跳入水中：“救命啊，表哥救我！”看来宋若兰还是喜欢我的，若不喜欢又怎么会入界的推表妹落水？江景深跳入水中，朝着宋若兰游去，被黎环玉拖住了身体。表哥，救我！表哥，救我！放开我，我自己会浮水。不要闹，快抱紧我！你放开我，我真的没事。可宋若兰拼命的躲，林云舟越是死命的拽。湖中动静太大，所有的客人都惊动了。在岸上的人看来，宋若兰快要淹死了，林云舟在尽力救人。黎环玉被救上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到他紧紧地和江景深抱在一起。宋若兰听天由命，被林云舟拉上岸，周围很快就围满了人。宋若兰随即装起了可怜：“江世子，你怎么能只救表小姐不救我？”放心，本王会对你负责的。多谢王爷救了我的未婚妻子，相貌感激不尽。哦，不如问问宋小姐的意见，她还愿意嫁给你吗？若兰认为江世子应该操心怎么给黎小姐的家人交代吧。江夫人两家的亲事就算了吧。夫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宋小姐，你可愿意做本王的王妃？这瑞王真够混的，现在说这话合适吗？看热闹的人都明白，只要江世子和宋小姐不在意，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江夫人没表态，带着黎环玉匆匆走了，因为江夫人不敢得罪娘。第二日，江府就来人了。我家夫人说了，既然江家不想继续结亲，宋家也没有死揪着不放的道理。结亲不是结仇，不要失了我侯府的颜面。这是江世子的更贴和玉佩，我们小姐的更贴信物拿来吧。还以为宋家会舍不得退婚，总要说些好话，现在甩脸色给谁看？哼！赵嬷嬷把更帖递上去。宋客，就是明兰阁那个贱人，若不是他带人去寺庙，坏了我的名声，我也不至于落到这种田地。小姐，当心隔墙有耳。你就这么怕那个贱人吗？难道我现在进退两难的境地，不是拜他所赐？红衣，准备车驾，今日去各个铺子转转。是。姐姐，今日是去干什么？姐姐带若安去看看今后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。弟弟早就想出去了，侯府多没有好玩的。宋若兰看他嘟着的嘴，就知道他还没有适应养尊处优的少爷生活。宋若兰先去了首饰铺子，以后没有母亲和我的印信，谁都不能来铺子拿走首饰。侯爷也不行吗？不行，你记住，这是谢家的铺子，不是宋府的。是。若安，姐姐带你去酒楼吃好吃的。姐弟俩边走边聊，宋若兰笑面如花，差点闪瞎了酒楼上林云舟的眼。嘿嘿嘿，你看什么呢？笑得像个二傻子。哟，不是你要负责的那家小姐吗？她朝着我们走过来了，难道是被我们的外表吸引了？不要自作多情，这家酒楼就是她的，现在到了用膳时候，她不来这里，难道去你家酒楼用膳吗？走，去会会她。宋小姐，可否赏个脸一起？好啊，怎么吓着你了？邀请了臣女，王爷可是后悔了。多谢王爷救了姐姐一命。知恩图报是个好孩子。看吧，虽然你会浮水，可你弟弟都认为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那可不是，你救了我2次呢。走吧，今日我请客，谢叔，你带若安四处转转。王爷特意在此等臣女，是有话要说。
你怎么知道本王在等你？你这几日拖着我在这里喝酒，真的是为了等他？这个没出息的家伙，要找人直接去宋府就是，还能把你赶出来不成？闭嘴！说着便将秦霄贤推了出去。对了，本王找宋小姐商量个事。怎么，王爷还想要对臣女负责？你可愿意？本王明日去宋府提亲，宋夫人可会惊吓过度？母亲和臣女随时欢迎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做梦吧？王爷，这是真的。臣女有一条件，王爷可愿意听？愿意。宋小姐，你随意说。王爷是被皇上逼急了才找上的臣女吧？调查过本王，不应该啊。王爷可不会后悔。本王的人生从没有后悔2字。王爷是真的对臣女动了情，还是把我当作挡箭牌？这怎么说？说对你一见钟情，非亲不可，都有吧？那就好办，互相利用一回。臣女没有做王妃的准备，我们先做契约夫妻如何？什么契约夫妻？王爷和臣女才见过几面，如果说是非亲不可，说出来我们自己都不相信。既然王爷想利用臣女堵住皇帝催促亲事的嘴，臣女也需要抱紧王爷这棵大树，使郑国公府不敢随意找我的麻烦。我们各取所需，如何？只做一对假夫妻吗？难道本王的样貌入不了他的眼？不能啊！还是风流倜傥你死人不偿命，怎么就没看到他的心情眼？好，就依你。虽然只做契约夫妻，但契书就免了。若被有心人发现，还真成了抄家灭族的罪证。这么相信本王？王爷权势滔天，若有心反悔臣女友这一张纸，又能奈您几何？你放心，只要本王答应了你，就不会以权势压人。一言为定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你重色轻友，你们方才说了什么？说来听听。你说凌云州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坐下，今日你可以敞开来吃。嫂夫人请客，当然要给面子。来，若安弟弟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叫我姐夫如何？宋若安懵懂地看着宋若兰。姐夫，说吧，若安想要什么赏赐？谢谢姐夫，若安什么都不缺。我送你去国子监读书可好？这可不太容易。国子监里的学生是皇室子弟和世家优秀学子才能进去的地方，若安目前的水平还不够资格。本王的小舅子哪里都可以去，初一、初二。林云洲话音刚落，2个人影就闪身进来。你们2人从今日起负责王妃和宋少爷的安全。姐夫，我可以学武功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让初二教你。这次宋若安比听到去国子监上学还高兴。谢谢姐夫。你要去上学，又要学武，有这么多精力吗？姐姐，不用担心，弟弟要保护好母亲和姐姐，武术和课业就都不能落下，弟弟一定要出人头地。姐姐放心，我会安排好时间。这个给你，有了这块玉佩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你这个玉佩是随便送人的吗？有，这就开始互上了。你放心，据我所知，你们姐弟是瑞王送出去为2的2块玉佩，这太贵重了。拿着，以后整个瑞王府都是你的，不在乎多这一块玉佩。这瑞王说起情话来，比我强悍多了。宋若兰回到了宋府。初一，属下在。你为什么叫初一？回王妃，因为属下的功夫最高。你们的名字以功夫高低来排序的吗？是，假若有一日初二的功夫比属下更强，那他就叫初一。这也是凌云州会做出来的事，只是名字都换来换去，也不怕麻烦。王妃，请您放心，属下永远都叫初一，他们打不过属下。王爷把你派来，他身边人的武功都没你好，那他岂不是很危险？王爷说了，王妃的安危最重要，如有差池，属下提头去见。凌云洲心情格外好，从酒楼回来，他没有回瑞王府，直接去了皇宫。你有喜欢的女子了？谁家的女儿让你这么急着成亲？母妃不同意。同意。母妃为何不问问是哪家的小姐？儿臣随便找一个人，母妃能同意？你是母妃的儿子，母妃还不知道你不是什么样的女子都能入你的眼。你是一个有主意的，自从13岁分府出去，你的名声不好，但是母妃知道你不是外界所说的那样。儿臣只是在保护自己，一个不学无术、流连花街柳巷的皇子，总比每日勤谨做事的王爷让人来得放心。怪不得人人都说知子莫若母，原来母妃心中自有成算。说吧，是哪家的小姐？长宁侯府嫡长女宋若兰。谁？玉妃不敢相信地看着凌云洲。她不是刚被江家退婚吗？母妃好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。母妃可还记得我5岁那年跟着身边的太监偷跑出宫的事？没想到那次是被人暗算，他把我带往偏僻处，我这才知道危险来临。我趁着那太监不注意，跑进了一座破庙，当时又累又饿又害怕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你等我一下。小姐，这些给你。
说他给了我食物，足以支撑到侍卫来找到我为止。这10几年来，儿臣一直在找他，如今终于被我找到他了。可长宁侯府狄小姐刚退婚，与郑国公府闹得很不愉快，这个节骨眼上和长宁侯府定亲，等于是打了郑国公府的脸。母妃不用担心，儿子会处理好这件事。你可想好了？儿子想好了，以后宋小姐就是瑞王府的王妃。见瑞王坚定的眼神，皇帝沉思一会，对这个儿子，文宗皇帝自感亏欠太多。好，朕依你。谢父皇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兹闻长宁侯府之嫡长女宋若兰温婉大方，品貌出众，知礼博傲，才情过人，朕公闻之甚悦。今瑞王年已弱冠，是婚娶之时，当择贤女与配。适逢宋若兰待字闺中，与瑞王堪称天设地造一对，未成佳人之美，特赐婚于瑞王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钦此。宣读完圣旨，宋德光震惊的忘了接旨。侯爷还不赶快谢恩？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兰儿，过来，你是个聪慧的，以后要好好侍奉瑞王，长宁侯府的这一大家子就靠你了。是，祖母。兰儿，你真的是要嫁给瑞王吗？他喜怒无常，你以后会不会吃苦？母亲，如今圣旨都下来了，还能有假？女儿非嫁不可了。没想到那个贱蹄子竟然和瑞王勾搭在一起，难怪底气足得很，这是把郑国公府不放在眼里了。说完，又要把另一个茶盏也扔出去。夫人，这可是最后一个了。假若宋若兰嫁入国公府，何至于一套茶盏也不敢随意扔去？江夫人的心还在为失去了钱袋子滴血。这时，有一位丫鬟来报，离环玉来了。环儿来了，表哥还没下旨吗？生儿还没回来，外甥有空，公母让他去李府看你。表哥这些时日都没去过李府，祖母都说想他了。环儿先回去，公母这几日准备好聘礼，带你表哥去下聘，你就在家安心等待。环儿听姑母的。我不要的女人竟然赐给了五皇子。这时小厮来报，世子，门外有一个名叫翠凤的丫头求见。不见。世子，宋二小姐没会来这。算她识相，本世子的贴身玉佩，以前怎么就鬼迷心窍送给了她？你走吧，世子没有话对宋二小姐说。那玉佩呢？小姐说世子看到玉佩，一定会想着她心悦过小姐的。世子说了，玉佩她收回去了，以后宋二小姐就全当没有认识过她。什么？玉佩收回去了？以后小姐怎么办？她每日晚上都要握着玉佩入睡的。求你再去和世子说说，二小姐不能没有世子的。哼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世子不会再和宋二小姐有纠葛。你来一次会被打出去一次，以后不许她靠近郑国公府10丈距离。翠凤哭哭啼啼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给了宋若曦。不可能的，世子最喜欢我，他不可能会变心的。哭哭啼啼的做什么？娘，女儿该怎么办？如今能救我们希儿的只有老夫人了。你还有脸来哭诉？没有眼力见的东西，侯府也是你能掌家的吗？是妾身错了，妾身已经把掌家权交回了侯爷。蠢货！你交给侯爷有什么用？他早就把钥匙交回给我，我都一大把年纪，还要操持家事，老身都要被你害死了。姑奴，您就做希儿吧。江世子如今都不理他，希儿以后该怎么办？没有了清白的女子，除了剃了头发做姑子，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以后长宁侯府就全当没有这个女儿。出去以后你也少来烦我。老夫人，您不能不管希儿啊。她可是您的亲孙女呢。小姐，夫人让你过去一趟。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皇宫送来了帖子，邀请小姐明日进宫。兰儿，在宫中不像别处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可别得罪了贵人。皇后这次邀请我进宫，是想试一下我是否可以给瑞王带来助力罢了。母亲放心，女儿如今是准王妃呢，没有谁敢轻易欺负了去。母亲相信兰儿能处理好一切。翌日，一辆马车停在侯府门外，皇后派来太监亲自迎接，给足了准瑞王妃面子。到了宫门口，马车刚刚停下，就看到林云洲已经在宫门口等候。王爷今日进宫所谓何事？你第一次进宫，我来陪你。林云洲故意放慢脚步，和宋若兰并排走在公道上，引起人们纷纷侧目。熟悉瑞王的人都知道，瑞王进宫是独来独往，谁都近不了身。面对众人打探的目光，宋若兰目不斜视，始终和瑞王并排走在公道上。瑞王大摇大摆地带着宋若兰就坐，引起了一阵小骚动。在众多打量的眼光中，宋若兰感觉到身旁有一道不善的目光，让人总是感觉头皮发麻。宋若兰绞尽脑汁也没想起自己为何得罪了他。宋若兰迎上女子的目光，见她的脸上的怒容已经消失不见，早已换上了另外一副面孔，万分柔情看着林云洲。哟，原来是瑞王的烂桃花呀！这时帝后到场，随后林云洲借机离开女兵区。
突然，林云洲回头一笑，人群中传出惊叫声。还以为转了性子，还是一副见了女人就不要脸的样子。未婚妻还在呢，就到处沾花惹草。皇后又看了看安宁郡主，这个蠢货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眼睛都要长在瑞王身上了。小五是有了王妃的人了，以后要收起性子，不要再传出不妥之事，让你父皇蒙羞。姐姐要照顾太子，还要照顾八皇子，管教瑞王的事就不劳姐姐费心了。被玉妃当众落了面子，皇后理亏在先，不好继续发作。皇后不再与玉妃交锋，把矛头对准了宋若兰。宋大小姐，听闻你琴棋书画样样在行，不知道今日是否有心一睹宋大小姐的风采？哎，皇后娘娘还真是专捡软柿子捏呀！宋大小姐可要在皇帝姑父面前露一手哦。云州哥哥是不是也想看看宋小姐的才情呢？谁不知道长宁侯府的嫡长女从未有过才名在外呢？原来今日是想看我的笑话呢，我偏不让你们得逞。宋若兰毫无惧意，铺开宣纸，飞快下笔，不一会儿，一幅骏马奔腾图就跃然纸上。没想到上辈子的记忆帮了自己大忙。这豪放的画风，哪里像是一个闺阁女子画出来？能在不到1刻钟就能把骏马图画得栩栩如生，这绘画功底不容小觑。看来这个瑞王妃有两下子。启禀皇上姑父，安宁也可以画一幅骏马图。宋大小姐的骏马图挑不出瑕疵，安宁郡主就不要再献丑。哎，皇上姑父，安宁还是想要争取一下。好了，此事休要再提。安宁郡主，以后还是叫朕皇上吧。一个蠢货而已，还敢挑衅朕亲自下旨的瑞王妃，是质疑朕的眼光吗？不赐死你，是朕今日仁慈。皇上此话一出，不仅是安宁郡主，连皇后娘娘的脸色也变得苍白。皇上这是和裴府划清界限呢？裴家怎么出了这么个蠢货，在皇上面前公然和未来瑞王妃打擂台，这打的是皇帝的脸呢？安宁郡主恶狠狠地望向宋若兰。这要在以前，我从未被皇上姑父当众呵斥过，都怪这个商户之女抢走了云州哥哥，还让我丢了颜面，这笔账一定要讨回来。今日本宫办这个赏花宴，主要是让大家放松。至于才艺，今日宋大小姐也让大家力饱眼福了，大家就随本宫去赏花吧。云州哥哥，你等我。林云州皱了皱眉，初三赶紧挡在安宁郡主面前，让开！你这个奴才，胆挡本郡主的路。他是本王的奴才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了？云州哥哥，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对安宁的，你变了。那你说本王应该怎么对你？你当着本王的面对瑞王妃不怀好意，你又是哪里来的胆子？你对她那么好，为何就不能好好和我说几句话？这时，玉妃和宋若兰走了过来，林云州不再理安宁郡主，朝着玉妃走去。担心母妃吃了你的心上人吗？好了，母妃有事先走了，你带宋小姐到处转转吧。宋若兰见林云州尴尬的样子，一时间觉得挺新奇。王爷请自便，若兰自己到处看看。那不行，本王不放心你。很快，李怀玉找到了安宁郡主。安宁郡主，只有你这样的女子才能配得上瑞王。她宋若兰是什么东西？被我表哥像扔抹布一样扔掉了。她还恬不知耻缠上了瑞王。本郡主很认同你说的话，云州哥哥可不是谁都能肖想的。只要本郡主日后嫁进了瑞王府，我一定要让她好看。我和郡主一见如故，以后用得着怀玉的地方，怀玉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听闻郡主爱马，我差人牵来了父亲从西域买来的汗血宝马，不知郡主可否看得上？在哪里？本郡主去看看。两人连赏花宴都没结束，就朝宫外走去。看着眼前毛色发亮的骏马，安宁郡主两眼放光。环玉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说吧，你想要本郡主帮你做什么？马受惊是常事，郡主的马受惊，不小心撞上了宋大小姐的马车，也不足为奇吧？就不知道郡主能否控制力道，不让自己受伤呢？没想到你这么有意思，你说的话本郡主应了，要想个法子拖住瑞王呢。今日他总是黏着宋若兰，不好下手。拖住瑞王我来做，你只要划定好路线和动手的地方，确保万无一失就可以。赏花宴结束的时候，林云州被四皇子请去了长平宫，说是要和瑞王商量赈灾的事。宋若兰坐上了回府的马车，突然间马车剧烈摇晃，接着听到下人们的尖叫声。小姐，坐稳了。突然一个身影飞过，宋若兰感觉腾空而起，随后稳稳地落在地上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英雄救美。这时，一匹汗血宝马呼啸而来，直冲马车而去，而安宁郡主扑了个空，勒尽吃奶的劲，慌忙勒紧缰绳。汗血宝马被勒得身狂，宝马不听使唤，突然间站定，生生把安宁郡主甩了。出人命了，出人命了！女子得意洋洋地和心机女密谋一件大事，不料扑了个空，竟让自己当场领刑犯。王爷，微臣无能，郡主没了。听到这话，一众下人脸色灰败，跪在地上，有心思活络的想趁着人多逃走，被初三提了回来。王爷饶命，小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把这些人都关进大牢，带大理寺来查。他是冲我来的，没想到安宁郡主比上辈子早了1个多月死去，还是因为谋害我不曾搭上的性命。裴府很快就来人了。此事裴某不会善罢甘休。裴大人请自便，本王就不奉陪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拉着宋若兰一同上了马车。你惹的风流债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以后进门了，不要像猫一样有9条命吧。别生气了，以后不沾花惹草就是。
把宋若兰送回侯府，林云洲就匆匆回了皇宫。安宁死了，总算如了你们的愿了。皇后指责小五是什么意思？安宁郡主的死与小五何干？皇上还不知道吧？就是宋大小姐害死了安宁，瑞王也在场。请父皇彻查此事，还儿臣一个公道，还宋小姐一个清白。有什么隐情，赶快说来。你两个在打什么哑谜？皇上可知，安宁死的时候，宋小姐的马车就在旁边。父皇，是安宁郡主对宋小姐怀恨在心，在闹市故意冲撞她的马车，好在儿臣赶到，宋小姐才逃过一劫。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意外。是安宁郡主故意撞宋小姐的马车。瑞王休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。如果如你所说，为何死的不是宋小姐？因为儿臣及时赶到，才避免了宋小姐受伤。这件事是事先设好了局，且四哥也参与了。什么？去把老四给我叫来！真是烦了，身为皇子，掺和到女子的争风吃醋中，还闹出了人命，这是胆大包天了。总管太监很快便把四皇子殿下召了过来。老四，你来说，为何把小五带到你的宫中？儿臣只是想要讨教武帝，赈灾应该先从哪里下手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你混账！你是随便拉着小五说话的人。别以为朕不知道你的小九九。小五什么时候掺和过你的事？四哥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应该是受人所托吧？快说，你为何要绊住小五？四皇子见瞒不住，把黎环玉供出来，还把他送汗血宝马的事也一并说了。老四，从今日起禁足3个月，既然让你去赈灾无从下手，那就交给小五吧。是，儿臣遵命。裴夫人来到了皇后宫中，我的女儿就这样白死了，臣妇不服。你想怎么样？要瑞王去安宁的灵堂磕头，你才罢休吗？瑞王不行，长宁侯府那个贱蹄子非去不可。你是猪油蒙了心事吧？她如今是下了圣旨的瑞王妃，你打她的脸就是打皇上的脸。你是想让裴府的一众老小都下去陪安宁吗？那我可怜的安宁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，连个伸冤的地方都没有。安宁有何冤屈？她自己去撞别人，结果撞死了自己，这样的蠢货死了也就死了。一听这话，裴夫人差点背过气去。你别不服气，安宁被你养得蠢笨无知，今日被黎家小姐挑唆一下就去杀人，明日又被谁挑唆一下又去杀人了，裴府早晚会被他害死。你就不怕你哥哥以后不扶持八皇子吗？本宫当然不怕，你最好回去跟哥哥说清楚，不要让他胡来。裴家想要继续荣华富贵，一定要全力保八皇子。太子才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，皇后你是不是太贪心了？没有本宫在宫中斡旋，太子成不了气候。不对，皇上今日的举动明显是偏袒瑞王，看来是我小看他了。若安在国子监还跟得上进度吗？听到姐姐问功课，宋若安低下头。若安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情了？姐姐，弟弟是不是很笨？若安聪明着呢，是谁说若安笨的？今日先生教的课，弟弟多听不懂，可是同窗多能很快答出老师的提问。国子监是皇子和世家优秀学子才能进的地方，若安就在丁家村断断续续学了几个字，看来是我冒进了。若安是不是觉得很累？要不然咱们不去了，姐姐另外寻个夫子教你可好？姐姐，若安明日要去，以后也要去，国子监是许多人都想进的地方。姐夫把我送进去了，我就要努力学，这点困难不算什么。那每日下学后，弟弟来找姐姐，姐姐帮你辅导，可好？好的爸，多谢姐姐。今日要不是他，还真的是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。是时候备一份礼物还人情了。翌日初一一大早就给林云洲送了口信，说宋小姐熬夜绣香囊的事。林云洲暗自窃喜，知道那香囊是要送给他的。以后王妃的事就不用来汇报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你自己给王妃收着。以后她就是你的主子，我不能让她误会我在监视她。这王爷把你送给我了，是以后属下任凭王妃差遣。好吧，以后你的月例我来出。在去赈灾之前，林云洲约了宋若兰在茶楼见面。看着香囊鸳鸯图案，林云洲马上系在了腰间。有劳王妃了。王爷叫我宋小姐就好，如今叫王妃为时尚早。反正早晚是我的人，早点叫先适应一下。王爷怕是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没忘，在我这里你就是真正的瑞王妃啊！林云洲回答得很干脆。宋若兰连忙转开话题。王爷此去赈灾定是凶险，王爷莫要掉以轻心。渠县连续下了1个月的暴雨，整个渠县成了一片汪洋。虽然今日天已经放晴，可是山体滑坡时常存在，运气不好的话，连人带马一起埋进去也未可知。他终于肯关心我了。王爷不要走东线，换西线进线吧。西线比东线远了1天的路程。林云洲虽然很疑惑，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接上集两人别过后，林云洲带着100多号人马往西线赶往渠县。第2日，皇宫得到消息，去渠县的路上发生山体滑坡，而瑞王改道走了西线，毫发无伤地到达了渠县。这小子是个有福气的，不然放着宽敞的东线不走，偏偏选了崎岖的西线。王爷只管放开来吃，下官备够了酒菜。林云洲也装作很热心的样子道：县令太热情了，本王很满意，就是不知道赈灾的官员来都是住在这个客栈，吃饭也是你报销吗？
倒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标准，今日给王爷的菜色是最多也是最好的。你上这么多菜，不怕浪费吗？吃不完怎么办？吃不完倒掉就是。王爷放心，你在这里的所有花销下官都会照应。说完，拿出一摞令牌。王爷，你的人手一张，有这令牌，在衢县你哪里都可以吃白食。说完，又从怀里拿出一摞银票，双手奉到凌云舟面前。王爷请笑纳，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。本王带了100多号人来，区1万两才用得了几天。我刚才也只是试探一下，看来也是个贪财的主，只要爱财，一切都好收。王爷请放心，下官明日送来这个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徐县令就带着银票来了。王爷，这是5万两，请王爷笑纳。王爷回京后可不要忘了下官哦。这银票是从何而来？这不容易，让老百姓按人口算，他们都要乖乖送上银钱。他们都遭了灾，哪里还有多余的银钱？徐县令还沉浸在马上升官发财的幻想中，突然间听到一声暴喝：“徐茂，你可知罪？”下官知错。说来听听，你何错之有？是不是银票太少了？王爷请息怒，这5万两银票是衢县百姓能拿出的极限了。本王看上去就这么贪财吗？你身为一介父母官，竟然不顾百姓的死活，搜刮民脂民膏。今日是本王，你毫不吝啬就送了6万两银票。赈灾的官员来来去去有好几拨人，你到底送出了多少银钱？怎么和上京传来的信息不一样？瑞王并不是嫌钱少，而是怪罪我行贿赂。把你送过礼的官员的名字报上来，我就看看哪些人让你这么狗胆包天，竟然不顾百姓死活。下官招，全都招。于是，一长串名字呈上来，看得凌云舟心惊，上面竟然还有太子的名字。因为这里山高皇帝远，就没人管得了你，是吧？作为一介地方父母官，你不为民请命，一心钻营揽财，要你何用？下官错了，下官再也不敢了。我把这些银钱都退回去，王爷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你身为地方父母官，不为百姓打算，看来你不适合待在这个位置上。徐茂，你如实招来，本王可以饶你一命。王爷想知道什么，小的便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动过赈灾款项没有？没有，那是赈灾款，小的哪里敢用？你如果说了假话，本王禀告父皇，以你3族总不过分吧？我招，赈灾款小的挪用了一些，小的今日一定补上，限你明日全部补上。是。说完就起身去百姓中了解灾情。百姓看到凌云舟，虽然知道他是来赈灾的，都是冷漠的看着他。这些当官的来一次这里，我们的日子就更难过几分。就是说是朝廷拨了赈灾款，可是我们连1分银子都没看到，还要家家户户凑钱到衙门，天理何在？贵人就不要踏入这贱地了，你已经看过了这里，你就回去吧，带点银票回去，也不枉你来了一趟。老人家，你有几个孙子？问我孙辈干嘛？我有5个孙子，上个月饿死了2个，你满意了吧？赈灾棚里的粥只能看到几粒零零星星米飘在水里，大人可以就着吃些树皮，嗷嗷待哺的孩子却只有死肉1条。我的2个孙子就这样没了。以后不会了，再也不会有人饿死。老伯，你就相信我一回。见凌云舟说的真诚，老伯语气也好了许多。孩子太可怜了，求贵人多弄些粮食来，这里还有许多孩子，我们都需要救命的粮食。听完老伯的话后，凌云舟走向了粥棚。以后不要熬这么稀了，就按1斗米5倍水来熬。按这样的比例熬出来的粥才叫粥啊！如今是什么？连米汤都称不上。总算遇到贵人了，我们有救了。凌云舟回到了衙门，不知军师可愿意带领百姓走出困境？只要是能救百姓，蔡某责无旁贷。以后你就是衢县的县令，衢县就交给你了。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彻底解决洪涝灾害？衢县4面环山，地势低洼，环境并不适合百姓居住。解决方法只有2种：一是让百姓搬迁离开这里；二是朝廷派人修衢，可是解决不了现下的处境。你觉得选择哪种方式更好？搬迁。好，那就选第一个方案。见瑞王这么干脆，蔡文还有点没反应过来。毕竟这个方案他提了不下10次，每次都驳回，连太子来也是如此，说是惹怒了祖宗会受到惩罚。现在先定好新的落脚点，你对这一带熟悉，你来选。说完打开地图，蔡文很快指了一处地方，凌云舟也很认同的点了点头。你去说服百姓，他们同意后立即着手准备。人有可银钱，本王去户部要，你去吧，本王等你的好消息。是。安排好一切后，凌云舟留下带来的100多号人，带了几个护卫就连夜进京了。1日后，凌云舟匆匆回到了皇宫，把灾区的情况向皇上一一汇报。什么？他们同意搬迁了？是，父皇的银钱也赶快到位，儿臣才能让他们着手重建家园。朕令户部多次拨了赈灾款，钱呢？去哪里了？儿臣不知，要不父皇去户部查看。皇帝一听，又打了退堂鼓。他的臣子，他心里总归有点数，账面是会做得天衣无缝的，一朝一夕哪里能抓到把柄？父皇只说给不给，其余的事儿子来安排。好，朕就准了你。凌云舟直奔宋府，看到宋若兰的那一刻，
他才感受到原来牵挂一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。一路要小心，在那边要注意安全。王爷，把这些药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如果遇见紧急情形，把这药丸吃1粒，外涂1粒，一定能化险为夷。多谢王妃了，我会安全回来。你等着，我回来后就娶你进门。好，我等你。半年后，转眼就到了初秋。林云洲也没想到，他在渠县一待就是半年。他在渠县和百姓同吃同住，半年的时间，渠县的百姓都住上了新房子，让百姓自己管理农田。只要百姓肯勤劳做事，这样温饱问题也是不用担心的。小五，你去库房去随便挑点好东西，只要能看上的随便拿。回父皇，儿臣只要一项赏赐。说来听听，朕都依你。父皇，儿臣只想尽快迎娶王妃。朕准了，不过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情，算不得赏赐。既然财物你不要，就赏你镇南王封号，允许养3000私兵，赐丹书铁券。这话一出，让林云洲一惊。是不是父皇知道些什么？我确实在南疆有自己的势力，不过那都是用来自保的，不想在将来爆发的夺嫡中自己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。不过今日是个好日子，朕再帮你把侧妃和庶妃一起定下。在古代，男人3妻4妾真的很正常吗？父皇，儿臣只有一个正妃足矣，至于侧妃和庶妃，儿臣不需要。不闹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。你堂堂一个王爷，朕的儿子，说出这等话来，岂不让人笑话？朕只当你是说笑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归案吧。父皇，如果您非要让儿子纳侧妃，那正妃儿子也不娶了。混账，越说越不像话，你是要抗旨吗？林云洲看着皇帝，确实没有打算妥协的意思。这时段公公进来禀告，玉妃娘娘来了。看看你教的好儿子，朕的话他也不听，是不把朕放在眼里。皇上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你问问他，是不是宋小姐不让他纳侧妃，那他也不配做我皇家的媳妇。真是好赖不分，真是为他好。是因为宋小姐，你才不纳侧妃吗？这么善妒的儿媳妇，皇家可消受不起。宋小姐没有不准儿子纳妾，儿子只喜欢她一个人，不想她伤心难过，更不想她在后院被别人欺负。她是正妃，能被谁欺负了去？母妃也是父皇后宫的人，比您品级低的妃嫔就没有一个人敢欺负你吗？放肆，越说越离谱了，怎么能拿她与母妃比？儿子只是不想心爱之人被别人欺负了去罢了，朕也不强求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去玉秀宫等着。是，儿臣告退。皇上，我知道你是为小五好，您都给了小五兵权，他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你考虑好了？儿子考虑好了。母妃，有一件事情儿子不想瞒你，儿子会争上一场，母妃心里要有数。不后悔？儿子不后悔。好，母妃会帮助你。以太子的能力，确实统治不了大齐，被废成为前太子是早晚的事，而皇帝在等一个时机。如今3、4皇子相争几乎摆在了明面上，想从这些人之间杀出一条重围，必将会有一场争斗。母妃，儿子在南疆有安排，母妃会支持你，你放手去做。另一边，江景深和黎环玉的亲事已经定下，还有1个月就成亲。黎环玉发现江景深的空房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，吵得不可开交，逼着江夫人把孩子和他的亲娘一起打发出去。江景深不满黎环玉总是在闹，江景深想起了宋若曦的温柔小意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一顶轿子把宋若曦抬进了门。江夫人看着宋若曦一双好似没有见过男人的眼睛，死死地粘在江景深身上，心中的一口玉气提不上。不过在看到宋若曦的嫁妆上，她的眼神才温和了许多。姐姐，若安下学了。若安如今的功课学得怎么样？看着宋若安神采飞扬，与刚去国子监那时完全判若两人。姐姐不用担心，今日夫子还夸赞了若安呢。弟弟终于适应了国子监的生活，和同窗相处也好，以前总是落下一大截的功课也赶上去了。听到这话，让宋若兰有些恍惚，毕竟这些幸福的日子好似都不太真实般。另一边，杜姨娘又开始作妖了。啊！凭什么？哥哥一回来，原本属于我的东西全部被他抢走了。我也想去国子监读书。世杰，你想不想以后侯府是你的？娘有办法吗？只要宋若安在，我的世杰将永无出头之日。我要让他悄无声息的消失。宋若兰还有1个月就要出嫁了，只要那个扫把星走了，凭她那个蠢娘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转眼婚期将近，皇上赐婚，礼部直接准备婚礼就成。可林云洲不走寻常路，他亲自带来聘礼来上宋家求亲。他把房产铺子田庄的第7一股脑交到宋若兰手上。一个假成亲，需要做到这个份上吗？林云洲又拿出一个箱子，这是王府下人的卖身契，以后他们任由王妃差遣。王爷不担心臣妾把这些全部卷跑了吗？无妨，只要跑路时别忘了带上我就成。杜姨娘去了寿安堂，表面上她安分了许多，宋老夫人现在对她也和颜悦色了几分。毕竟宋若曦能抬进江府，确实也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公母，坐吧，你又有什么事？公母，世杰他有事就说，我能做主的自会给你做主。公母，侯府是军功起家，
让世杰学武如何？这倒是个好法子。可是请教徒的花费，这事和侯爷说一声就成。说起来，若安有一个护卫在身边教导，世杰就跟着他吧。宋老夫人理所当然的这样想着，杜姨娘喜出望外，她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只要世杰能跟宋若安在一起学武，有了在一起的机会，就有可能接触到他的饮食。总之，宋若安不能留，只要宋若安死了，侯府才是我世杰的。宋若兰听闻杜姨娘又在想办法接近若安，小姐，要不要让大少爷回绝侯爷？侯爷也真是明知道夫人不喜海棠园的人，还把她送往大少爷身边。算了，你让母亲答应父亲，说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这一次我就看看这对母子想干什么。与其让这对母子在我出嫁后还记挂着如何害母亲和弟弟，还不如趁着自己还在侯府，把他们收拾了。绿莲，你每日负责盯着海棠园，只要他有一丝轻举妄动，即刻来报。是，母亲那边也要多加防范。小姐，要不准二少爷接近大少爷，省得防不胜防。鱼都要自己要咬钩，为何不让他自己跳出来？小姐，今日海棠园的有动静了，真是瞌睡了。就有人递枕头啊！今日海棠园的李嬷嬷亲自送了一盅汤匙去平安居，说是二少爷需要补。继续看看他想做什么。杜姨娘这就开始了，还以为总要等个4、5日，打起精神看着点，别让若安着了道。是，走，还是去看看比较放心。大少爷、二少爷，这是姨娘亲自熬的鸡汤，你们都吃一碗，等下练武才有力气。杜姨娘对自己儿子还真是好，让平安居准备2弟的吃食，还不放心又差嬷嬷来，这孩子可真金贵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母亲苛待庶子，要不老奴给小姐也来一碗暖暖身子？可以啊，正好本小姐还真饿了。我只是客气而已，没想到你还真要。李嬷嬷没办法，只好打开汤盅，先盛了一碗给宋若兰，再盛一碗给大少爷，最后才给了一碗给宋世杰。宋若兰目不转睛看着李嬷嬷，见她镇定自若，可是她食指上戒指的方向不对。李嬷嬷见宋若兰盯着戒指看，很快就把手藏进衣袖里，简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什么？姨娘为了自己孩子的前程，竟偷偷将白色粉末藏在戒指里，以此来谋害家中的嫡子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殊不知被当场抓了包。压住他，等候发落。初一，属下在。你去和王爷说说，请他帮我请个太医来。是。宋若兰把谢嬷嬷带到前厅，杜姨娘也被老夫人叫了过来。跪下。老夫人，不知妾身犯了何事？还想狡辩？你做了什么，心中没有数吗？柔儿，你为何非要置若安于死地？妾身听不懂侯爷在说什么。那就让你身边的李嬷嬷来说。李嬷嬷看了一眼杜姨娘，低头把杜姨娘如何差她去买药，如何藏着准备对谢氏下手，又如何改变了主意要把大少爷毒死，还有戒指是杜姨娘母亲的，是专门用来害人的事情，原本说了出来。妾身没有做过，是这个贱婢胡说八道。李嬷嬷害我弟弟，对她有什么好处？你信口雌黄也该有个度。那戒指里根本不是毒药，你凭什么说我谋害大少爷？初一，请太医进来。是。周太医，您看看这是什么药？周太医闻了闻，又把药粉倒出来仔细查看。这是西域来的罗陀花制成的粉末，此药毒性隐蔽，每日吃1点，1个月的药量要在2、3年后发作而亡。如果药量过大，吃上2、3次，1个月后就会死亡。谢氏听得目瞪口呆，原来今日他的儿子差点带他吃了毒药。你这个毒妇，我什么时候亏待了你们？海棠园连一棵草都是我花钱叫人种的，你还想毒害我的安儿？你是人吗？你这个坏女人，凭什么打我娘？我杀死你！说完，手中不知何时多出来一把刀，朝着谢氏冲过去。宋若安追上去飞起一脚，宋世杰被踢飞了。儿子，我的儿子，让老夫看看。怎么样，他的腿还有救吗？无大碍，只要好好在榻上躺1个月，只要不乱来，恢复就不成问题。听完太医的话，宋老夫人松了一口气。好了，把二少爷抬回去吧。祖母，宋若安伤了孙子，怎么能就这样算了呢？你闭嘴！哼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抬走！慢着，祖母说抬走就抬走，天底下还有王法吗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二弟弟谋害主母，父亲是朝廷命官，不用女儿提醒，也知道他该受到何种处罚吧？你不要再闹了，世杰已经伤得这么重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不要太过分。父亲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若安不是你儿子，母亲不是侯府的主母呢。绿莲，去报官。报什么官？不许去。兰儿，你听祖母一次，这件事就此打住，行吗？父亲呢，也是这个意思吗？依你说，这件事如何处置才妥当？李嬷嬷杖毙，杜姨娘和宋世杰送去西郊庄子上。宋夫人抢先一步回答，毕竟未出嫁的女儿处置父亲的妾室和庶子，会招来非议。而主母就不一样了，处置不听话的妾室和庶子，就是一句话的事。宋德光还想帮忙说些什么，被宋老夫人抢先开口。就听芳儿的，
送他们去庄子上。我不去，父亲救我。老爷，我们去庄子上会死的。胡说，庄子上有吃有喝，为何会死？你们以后就住在那里，走了也好，每日家里鸡飞狗跳也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此时外面传来李嬷嬷的惨叫声，杜姨娘和宋氏结吓得双双闭嘴，不敢再多说什么了。宋老夫人派人收拾好两人的东西，再给了一些银钱，即刻把两母子送去了庄子上。哎奴，你这个贱奴，你想疼死我啊！你再囔囔信不信老子把你扔在路上？还以为自己是少爷呢？被打发去了庄子上，还有机会回宋府吗？你这个贱奴，你说什么？说着想要爬起来把车夫打一顿。哎呦，疼！儿子，你别动，别动！这个天杀的，你把我儿子的腿都晃得快断了。算了，这母子有这种报应也是活该，不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宋世杰还在哼哼唧唧，杜姨娘一路骂个不停，从宋老夫人到侯爷再到谢氏母子，一个都没有漏掉。下人在半路走的走，逃的逃，只剩下了一个丫鬟和小厮。终于到了庄子上，杜姨娘等在马车旁，指望着有人来帮忙把行李搬进去，没想到等了半日没见一个人影。你们是死的吗？还不快把少爷扶下来！你这个贱奴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说完，一只脚跳着就要扑上去。疼娘，疼死我了！儿子，你起来，是又摔着了吗？杜姨娘边说边跑着，突然一个没站稳，整个身子压在了儿子的断腿上。这腿怕是废了啊！我是不是快死了？不会的，儿子，你会好的，娘会救你。庄子的管事带了一个郎中走了进来。摔这一下，这条腿算是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庸医，我儿子好好的，怎么会废了？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，可以暂时止痛。至于腿，老夫无能为力，你们另请高明吧。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老爷，你也太狠心了。离宋若兰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宋夫人准备好了的嫁妆又觉得不够，又添了许多田产和铺子。母亲，不用再给了，你还有若安呢，以后留着若安娶媳妇用。若安以后自己挣，姐姐你就都拿着。知道你心疼姐姐，你放心，母亲不会亏待了姐姐。若安是男子，以后要挣更多的田产，做母亲和姐姐的依靠。若安最懂事了，如今若安最重要的是要学好功课，知道吗？姐姐，若安知道了。还有几日时间才到大婚的日子，林云洲觉得时间太慢了，等不及了，爬到宋府的墙角去看未婚妻去了。你跟着来做什么？我来帮你打气。然后呢？然后看到林云洲发火，秦霄贤赶紧溜了。王爷是有事？没，有也没事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伸出手来，说着拿出一根发钗放在宋若兰手上。你的吉吉里我不在，如今补上。这一举动让宋若兰都懵了，因为在大齐送发钗代表的是男女之情，她和瑞王约定是表面假夫妻，可是她现在能感觉到瑞王的真心。为何我的心会跳得如此快？谢谢王爷，若兰很喜欢夫君。终于到了成亲的日子，宋府的门口早已站满了围观的百姓，林云洲的3000私兵威风凛凛地站在街道两旁。出来了，新娘子出来了。慢点。两人并排走出侯府大门，宋夫人的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今日是大喜之日，夫人可不辛苦的。我是高兴。110、120，数不清了，好多啊！这是上京嫁妆最多的吧？谢氏确实有钱，瑞王爷很大方啊。听说他把所有的家产都当了聘礼，这队伍里除了嫁妆，还有许多聘礼的。百姓议论纷纷，都流露出羡慕的眼神。新娘子上轿。唢呐锣鼓齐响，八抬大轿向瑞王府走去。而此时在不远处看热闹的人群中，有一双眼睛久久看着这数不清的嫁妆，眼中的阴鸷怎么都遮掩不住。花轿到了瑞王府门口，王府张灯结彩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喜气洋洋。转眼已到吉时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皇帝和玉贵妃的脸上也是满满的笑容，记挂多年的心事终于了却，但皇后的心中正怒火滔天。如今瑞王简直是如日中天，皇上竟对他刮目相看。从今以后，五皇子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，所以五皇子也不能留了。宋若兰被送到新房，帝后和玉贵妃摆驾回宫，林云洲在前厅陪客。他和众宾客喝了一圈后，匆匆来到新房。林云洲拿起喜秤，把盖头挑了下来，两人四目相对。林云洲喉结滚了滚，要说这是天上的仙女也不为过。林云洲眼睛泛红，他差点控制不住自己。明明他们说好了是表面夫妻的，他不能坏了规矩。林云洲向前帮宋若兰把金冠摘了下来。你这样会舒服点。金冠有多重，林云洲一眼就能估摸到。等他在前厅宴请完宾客，宋若兰的脖子就要遭罪了，所以他匆匆赶来，也不怕别人笑话他猴急。来人，去给王妃把吃食端来。王爷，不可坏了规矩，
新娘在晚上喝合卺酒之前，连一滴水都不能喝，新嫁娘饿晕过去的都有。这时有一个丫鬟应声而入，把手中的食盒交到红衣手中。原来瑞王早就准备好了，多谢了。你吃吧，我陪着你。林云洲是担心有人进来看到了新娘偷偷吃饭，惹人非议，他在这里就没有女眷敢轻易进来了。宋若兰连忙吃了几口，收起来吧，多吃点，在这里没有这么多规矩的。差不多了，你去前面陪客人吧。好，你等我。林云洲说完，又觉得哪里不妥，一抹绯色爬上脸庞。宋若兰也有一丝不自在，去吧。另一边，江景深从人群中钻出来后，气冲冲来到江家后院。夫君，你去哪里了？让妾身好找。江景深看着李婉玉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意，不过一瞬又消失不见。若不是这个女人的算计，宋若兰说不定就嫁入了郑国公府了，那些嫁妆就都是我江家的了。瑞王算什么？以后四皇子登上高位，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想到瑞王或许会死，江景深眼中闪过一丝亮光，看了一眼李婉玉，径直越过去了宋若曦的院子。李婉玉气得咬牙切齿。妾身见过世子。江景深盯着宋若曦，我今日才发现这两姐妹长得竟如此相似。世子，兰儿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和你妹妹在一起，我会八抬大轿迎娶你，让你做郑国公府的世子妃。林云洲招呼完宾客后，匆匆来到新房，看到宋若兰端正地坐在床边，累了可以躺着休息。说了王府没有太多规矩，我不累，王爷不用挂心。听到宋若兰说不累，林云洲这才放下心来。这时嬷嬷拿来盒卺酒，两人手交手喝完后，看到管事嬷嬷拿来一张白色的帕子，宋若兰的脸倏地一红，林云洲也是手足无措，他没想过还有这个环节。待嬷嬷出门后，林云洲收起了帕子，早点歇息吧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有办法交差的。就在宋若兰还在想接下来该如何应对时，就看到林云洲熟练地从柜子里拿出被子铺在地上，这一动作让宋若兰心里暖暖的，立即改变了主意。这地方睡久了腰会疼，你睡到床上来。林云洲刚一坐到床上，宋若兰伸出手搂住了林云洲的脖子。夫君，这一句夫君把林云洲都叫懵了，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，只觉心口一紧，浑身气血都翻涌了起来。接着宋若兰的薄唇附了上来。兰儿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轻柔的回应好似天籁，让林云洲血脉奋张。他一个翻身夺取了主动权，大红色的帷幔疯狂摇曳，帐中被浪猛烈翻滚，屋外明月高悬，风轻月柔。当圆月一过枝头时，屋内云雨中歇。翌日早上，宋若兰睁开眼的时候，林云洲没有在身边，被子已经没有了温度，看来是起来了有些时辰。红衣红着脸进来，昨日的动静实在太大了。王妃，王爷早就起来练功了，他吩咐奴婢不要叫您，说是让您多睡会。他倒体力好，折腾了一夜还可以去练功。不过昨晚他那声色又紧张的样子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出在勾栏瓦舍混迹的名声的。这时燕嬷嬷端来红枣桂圆粥，王妃趁热撤吧。有必要补血吗？在燕嬷嬷殷切眼神下，宋若兰乖乖喝完。待嬷嬷退下后，宋若兰把红衣叫到身边，说起了悄悄话。这能行吗？就按我说的做。林云洲练完舞，满身大汗回来，忍不住摸了一下宋若兰的脸颊。兰儿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待两人穿戴好，用过早膳后，坐上了马车往宫里去。两人进宫后，先去了皇后的凤仪宫，恰巧皇帝也在。宋若兰和林云洲敬过茶后，两人离开凤仪宫，朝着玉秀宫走去。宋若兰和林云洲跪下敬茶，玉贵妃赶紧接过，一饮而尽。兰儿啊，以后常来宫中陪陪母妃。至于那个臭小子，他脾气不好，不过你该怎么收拾就收拾，他才会老实。母妃哪有在自己儿媳面前这样诋毁儿子的？好，不说了。随后玉贵妃拿出一串东珠送给宋若兰，闲聊一会后，两人便回府了。回到王府，林云洲跟着去了明兰院。这个院子的布局舒适又奢华，连院落名字都选了和宋府一样的名字。林云洲没打算出去，他想好好享受这新婚的日子。但是事情并不能尽如人愿，这时手下有事来报，林云洲便回了书房。江景深竟然去北疆了，难道上次还不够丢人，让人盯着江景深的动静？是。这时红衣端了一碗药进来，宋若兰咕咚咕咚一饮而尽。小姐，没事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还没做好要孩子的准备。王爷是否在里面？拦还是不拦？王爷说过，他的书房谁都不能随便进，可王妃又不是外人，王爷在书房。王妃请。思前想后，最终还是让宋若兰进了书房。你在看什么？兰儿，过来。林云洲一拉，宋若兰跌进了他的怀里。初三在外面呢。他听不到。我也想听不到啊。林云洲紧紧箍着宋若兰，疼，要被勒死了。对不住。让我下来。好。宋若兰看了一眼书案上摊开的卷宗，竟然是大齐的军防图。见宋若兰疑惑，林云洲看着他的眼睛说道：“今日我说的话，你要仔细听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会争那个位置。
上一世，凌云舟并没有参与夺嫡。四皇子登基后，9个皇子最后也只有他才保住了性命。这一世许多事情都改变了。不用怕，我会成功的。我不怕，王爷，我支持你。你不后悔吗？毕竟如果失败，就会万劫不复。不后悔，争抢一番有可能会丢掉性命，但不争不抢就会成为别人案板上的鱼肉。与其被动挨打，还不如主动出击。王爷不瞒我，兰儿很高兴，以后兰儿会做王爷坚实的后盾。王爷打算从哪里入手？我的人已经遍布各个军营，很多都在重要的位置，我要让这些势力都为我所用。思路不错，或是王爷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最应该改变的是什么？兰儿说说看，我该从哪里入手？先要改变你在皇上心中的形象，只有得到皇帝的肯定，皇帝才会放心交给你事情做。只有让大臣们看到你办的桩件事情，并不比其他皇子差，甚至会更好，能力才会被肯定，皇帝才会把你考虑到储君的人选之中。只要皇帝愿意直接下旨，谁敢说二话？王妃说的有道理。第3日，王妃回门，宋若安亲自上王府迎接姐姐回宋府。见马车到了，宋德光主动迎了上去，朝着瑞王行礼。可是瑞王避过了。岳父大人以后不用向我行礼。这恩是。兰儿，母亲知道母女俩有话要说。凌云舟和宋德光在前院叙话，宋若兰和母亲聊到日落西山，终于不能再拖了。谢氏才依依不舍送女儿出门。4日一大早，宋若兰吩咐红衣把花嬷嬷请了过来。王妃安好，不必多礼，花嬷嬷坐，奴婢站着回话就行。坐吧，我有话要说。是。嬷嬷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操劳府中事务辛苦了。花嬷嬷的心掉到嗓子眼，毕竟宋若兰在宋府带了不少的嬷嬷和下人过来，且王府下人的卖身契也都在宋若兰手上。王妃是什么意思？以后还要劳烦嬷嬷多费心，王府事务繁多，嬷嬷如有需要帮忙的，尽管使唤明兰院的丫鬟婆子们。王妃是让奴婢继续管王府事务吗？嬷嬷把王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以后还要劳烦嬷嬷多费心了。奴婢一定不负王妃所托，把王府打理好。红衣，扶花嬷嬷起来。以后王府的大小事务还是花嬷嬷负责，明兰院就交给燕嬷嬷。我的所有陪嫁下人们都只是负责明兰院，花嬷嬷还是一如既往照顾王爷的饮食起居，如何？多谢王妃信任奴婢，奴婢感恩戴德，做牛做马一定让王爷舒心。花嬷嬷是凌云舟的乳母，宋若兰还没嫁过来的时候，王府后院是花嬷嬷当家，凌云舟也是花嬷嬷一手带大的。很快王府就传遍了王妃人善体贴下人，他们的心也终于安定下来，日子过得悠闲又惬意。春暖花开又1年，凌云舟在不久前也被皇帝安排去了忘川谷剿匪去了。王妃，王爷今日就要回来了。哦，这1年，凌云舟脱胎换骨，大齐境内土匪对其闻风丧胆，朝廷的风向渐渐变了。以前他们看不上的纨绔王爷，如今战功赫赫，皇帝对其赞赏有加，连3、4皇子的风头都被他压下去。凌云舟风尘仆仆回来，就回了王府的明兰院。凌云舟放慢脚步，轻手轻脚走到他身边。哎，夫君回来了。兰儿，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？王爷想要女儿还是儿子？儿子女儿都喜欢，只要是我们的孩子。那就生吧。那婢子，你知道了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你喝第1碗婢子汤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也是，这里是王府，有什么事情能瞒得住你的？那你不生气吗？你不愿意生就不生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。那现在怎么又想要孩子了？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会愿意给我生孩子。你可以纳册妃庶妃给你生。王妃真的不在意？凌云舟心中有点失落，觉得宋若兰还是没把他放在心上。难道王爷不想纳妾？不想，我只要有你就够了。我也在意你那侧妃。凌云舟激动地把宋若兰高高抱起来。你放我下来，下人们都看着呢。凌云舟看看周围，下人们都低着头装没看见。凌云舟直接把宋若兰抱进屋内。太阳还高高挂着呢。关了门就没有太阳了。你真是猴急。我急着和儿子女儿见面。小两口刚计划造娃，太医就诊断出已孕。恭喜王爷，王妃有喜了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王妃有了3个多月的身孕。兰儿，我们有孩子了。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。赏都有赏，每个人的月例翻倍。谢王爷。兰儿有我的孩子了。兰儿，谢谢你。我之前不敢要孩子，是害怕如前世一样，识人不清被骗，也不希望有了牵绊以后脱不了身。兰儿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，谢谢你。王爷，你刚才已经谢过了，都要当父亲的人了，还是前言不搭后语。娘娘要派人去宫中报喜，3个多月他已经坐稳了，内务府也要记上一笔。我亲自去和母妃说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那怎么行？你要好好躺着，别累着了。没事的，今日我还练武了呢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在没事，以后不要再练了。好，不练了，都听夫君的。翌日一大早，凌云舟和宋若兰去了玉秀宫报喜。兰儿不用亲自来跑一趟，你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太过劳累。多谢母妃关心，兰儿无事，只是怀了孩子，不是生病。兰儿就想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母妃，
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可不要大意了。是，母妃，兰儿知道了。很快，瑞王妃有孕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宫中各处。回到王府，皇后的赏赐也随之而来，各宫妃子也送来了贺礼。王妃，夫人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兰儿，来，让娘好好看看。好，脸上又红润了许多。如今是双身子的人了，可要多吃点。母亲放心，女儿可能吃了。王妃娘娘，这是夫人的贺礼。一沓银票下面是厚厚的地契。母亲，这是为何？这是给我的外孙子的礼物。可这也太多了。不多，这些都是新买的铺子，地段很好，这还是你的功劳呢。与女儿有何干系？大家知道谢家是瑞王妃的外祖家，都蜂拥而至照顾谢家的生意。你母亲的商铺赚的银子越来越多，母亲就想着把中心地段的商铺买一些留着给我的外孙子，这不刚买上就喜讯来了吗？好吧，女儿谢过母亲。对了，如今父亲没再找您的麻烦吧？他敢！我如今对你父亲没有任何期待，我有儿有女又有银钱，一个扶不上墙的男人而已，最好不要来沾边。杜姨娘离府后，你给父亲找的几位妾室可还安分？兰儿放心。平时也就是在各自院子争风吃醋而已，闹不到母亲的面前来。母亲也不是以前的软柿子，不会再被你父亲和妾室欺负了去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弟弟吵着要来，母亲就依他了，正在前厅等着呢。大公子说怕打搅王妃和母亲说话，不肯我们来报呢。你就别怪他们了，母亲也同意了的。他现在大了，来后院不方便，母亲又想和你说些体己话，就留他在前厅了。是女儿怠慢了。说完，两人起身朝正厅走去。姐姐，若安，王爷回来也没差人说一声。姐夫在陪弟弟下棋呢。岳母一定有好多话和王妃说，我就陪着小舅子。姐姐，给你，这是舅舅给小外甥的礼物。姐姐好好收着，等小外甥生出来就给他。那姐姐就替小外甥谢过小舅舅了。待用过晚膳后，送走了母亲和弟弟，林云州又叫太医来请了一次平安脉。不要这么紧张，顺其自然就好。王爷放心，王妃态相平稳，王爷不用过于担心。你每日来请一次平安脉，待孩子顺利生下来，本王重重有赏。遂待送走了周太医，林云州也忙别的去了。王妃，什么事？太子妃来了，正在前厅候着，请她进来。是。听闻五弟妹有了身孕，恭喜弟妹了。这是我特意让工匠打的金锁，就当做贺礼了。若兰谢过太子妃。如今弟妹是双身子的人了，可要注意不要受了风寒。多谢太子妃关心。太子妃说一句，宋若兰答一句。太子妃也看出了宋若兰的敷衍。见时辰差不多了，太子妃告辞，宋若兰起身相送。太子妃真的有这么好心吗？如果真有心，昨日就该送礼物，今日特意上门，那今日来瑞王府必有目的。把金锁打开仔细看看。是。红衣和绿莲把金锁拿到一边检查，不一会便发现了端倪。王妃，金锁里藏着青色粉末，拿过来给我看看。无事，我就看一眼。红衣只好把金锁拿给宋若兰。这是木龙草制成的粉末，这个药单独不会对人造成伤害，可是如果一直放在明兰院，这孩子是保不住的。太子妃这是谋害皇室子嗣，肯定要报到皇上那里，让皇上裁决。证据呢？我们都是人证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们都是我的人，皇帝不会采信你们的证言。只要太子妃说句不知情，就是说破天去太子妃都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那就这样放过他吗？当然不会放过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家都上门来害我，为何不能让他付出代价？明兰院有内鬼，这几日你们都关注一下明兰院的动静，金锁的事不要传出去，只要按兵不动，内鬼一定会按捺不住。王爷，你确定要这么多人？才3个多月而已，没有必要劳师动众。多了吗？人多好，人多才安心。离孩子出生还有近200日，是不是太早了？不早，他们可以先和孩子熟悉一下。既然是王爷找来的，留着吧。燕嬷嬷，把他们带下去，安排好住处。是。兰儿，你放心，这些都是我找来的上京最好的稳婆。兰儿谢过王爷。对了，听闻母妃也在忙着找稳婆，你去和母妃说，不要再找稳婆了，这么多王府都快塞不下了。还有母亲那里也要去打声招呼。绿莲，你派人告知母亲也别找稳婆了，就说王爷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是。兰儿，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？只要健康，儿子女儿都好。王爷呢？我想要个女儿，像兰儿一样美丽又良善的女儿。良善？你是我见过的最良善的女子。林云州说着，又想起了小时候两人在破寺庙的那一刻。可是宋若兰却不知眼前人就是那个小男孩。对人太过良善并不是好事，特别是对坏人良善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真不知道在王爷眼里，兰儿竟然还有这样一面。兰儿是美不自知。这家伙怎么又扯到美上去了？不过在王爷的眼里，我什么都是好的，这种感觉真的不错。兰儿，既然你不让我升岳父的官职，那升表哥从五品官职如何？就安个定远将军。王爷觉得表哥行吗？定远将军从5品，表哥或许会让许多人眼红，平白也会输很多敌人。
让他一步步来肯定不行。我要在朝廷重要的位置上培养自己的势力。表哥有勇有谋，在朝堂上一定会成为我的助力。那就依王爷的。对了，王爷也可以用一下我大哥宋柯。哦，王妃不介意吗？说起来，大哥宋柯一系才是宋府嫡系，而岳父只能算是旁支。大哥如果出人头地，以后有可能会压过若安，这样也没关系吗？大哥是有真才实学之人，今年科举后，如果王爷把他招至麾下，以后也会是你的一名得力干将。若安如果有能力，有我这个姐姐在，他这一脉就差不到哪里去。祖母算计大房，以父亲的能力，也就是止步于这一代了。所以如果大哥能有一番作为，对王爷也是一份助力。当然，王爷也要遵循大哥的意愿。林云洲点了点头，毕竟是战队。宋柯如果选了瑞王，就等于站在了几个皇子的对立面。那我去找父皇，给表哥直接定官职，大哥宋柯走科举的路子。待林云洲出门后，绿莲走了进来。王妃，内鬼找到了，是谁？二等丫头青稞是如何发现的？这件蹄子今日一直在鬼鬼祟祟探头探脑，奴婢一直在悄悄观察他，他还有什么举动？王妃，你看。绿莲拿出一个小人，上面插满了银针，小人上面的字竟然是宋若兰的生辰八字。这贱婢胆大妄为，竟然敢在王府做出这等巫蛊之术。王妃要把他抓来吗？不急，把这个小人放回他的房间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王妃为何不把这个贱婢拉过来杖毙？青稞实在是太可恶了。杖毙一个婢女有何难？想要揪出他的背后之人一网打尽，那就让他多蹦跶几日。这个哒哒哒的三更半夜不睡觉，竟偷偷跑出去私会。这位是昨日跟着太子妃来的人，王妃和太子妃无冤无仇，他为何对王妃有这么大的恶意？不仅想要王妃堕胎，想要王妃的命，这是什么仇什么怨？待两人互相交换完信物，红衣和绿莲快速现身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很快就把两人推到地狱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？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管你是什么人，只要想害王妃就该死。红衣和绿莲一有一个把他们押进瑞王府。红衣把两人交换的信物交给宋若兰，这小人还是一大一小，这是要诅咒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成？青稞，你来说，这上面为何有我的生辰八字？回，王妃，奴婢不知。哦，是吗？王妃饶命，奴婢招了，什么都招。说是太子妃，是太子妃逼着我这么做的。你胡说，太子妃每日潜心念佛，哪里会做害人的勾当？王妃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是他们逼我的。逼你的？哼。太子就有这么好，值得你拿命去讨好？说吧，太子妃怎么许你的？太子妃说，只要奴婢帮她成了事，她就会帮助奴婢爬上太子的床。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要去太子府，没有本王妃放人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来人，把人给我处理了。是。王妃饶命。你刚不是说太子妃不会做害人的勾当吗？嘴还挺硬。我是太子妃娘娘的人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红衣。是。院子里传来惨叫声，婢女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息。初一，属下在。把尸体扔进太子妃的院子。是。宋若兰，你不得好死！若不是他，我的孩儿也不会撞见那具尸体，更不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。他日必定双倍奉还，你给我等着！王妃，以后太子妃可不敢来害您了。她想害小世子，没想到害了自己的儿子，这是不是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？我听说小皇孙虽然烧已经退下来了，可是孩子也烧傻了，变成了1、2岁孩子的智商。太医说以后就是这样了，没有恢复的可能。活该啊，这还真是报应呢。唉，王爷，兰儿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。与你没关系。后宅女子的手段怎么防得过来？对了，过几日南瀛、北域和西凉等7国都来大齐朝贡了，父皇派我去接待，所以这几日我可能没多少时间过来陪你了。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王爷放心去吧。此次进贡，北域最先拿出贡品，1000年人参、田七、珍珠、锦缎以及各种金银珠宝，令人眼花缭乱。皇上，今日南瀛国也带来了最珍贵的贡品，请皇上过目。皇帝看到南瀛国的贡品源源不断呈上来，脸上流露出温和的笑容。南瀛国真是能屈能伸，才前不久两国打得如火如荼，今日俯首称臣也毫不含糊。皇上，南瀛还有一件最珍贵的贡品，请皇上过目。拿来看看。皇上，南瀛最珍贵的礼物是本公主。那你准备把这件礼物送给谁？与此同时，3、4皇子和太子都不约而同望向南瀛公主，毕竟能娶到南瀛公主，对于皇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助力。如果皇上随便指个皇子，那该怎么办？皇上，臣女有一事禀报。你说。
臣女听闻瑞王殿下文武双全，可否讨教一二？瑞王终于肯看我了。我虽然只有三脚猫的功夫，可是输在瑞王手下也算不丢人，还可以激起瑞王的怜香惜玉之心。最重要的是和瑞王比武，等于告诉皇帝，我看上的是瑞王。好，瑞王，公主点名要和你切磋，你就和她表演一个。回皇上，儿臣不愿和女子切磋武艺。哼，我都在这么多人面前，只差要说出来非你不嫁了，你为何这般落我面子？不要闹了好不好？可是南尹皇子祈求的语气并没有换回南尹公主的理智。皇上，恳请皇上为臣女赐婚与瑞王。放肆！慕容公主，难道你不知道瑞王已经有正妃？应学所求，只是瑞王府侧妃之位。父皇，儿臣不打算再娶侧妃，儿臣这一辈子只有王妃一人足矣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被惊到了，皇帝也头疼。上次因为那侧妃的事，父子俩闹得很不愉快，而南尹公主今日竟然在大臣和使者面前大放厥词，把皇家的颜面往哪里搁？连三四皇子准备请皇帝赐婚，把公主那为侧妃的想法都没有了。今日就到此吧，朕也乏了。这南尹公主真是个没脑子的，这么多人在场，闹得这么难堪，哪个皇子敢要她？她等于断了自己的后路。如果私下来找我，我也不介意把她许给八皇子。如今闹得人尽皆知，八皇子要脸，哪里会要这样一个女人？你为何要当众拒绝南尹公主？儿臣不拒绝，等着被父皇赐婚吗？如今王妃有了伤身子，她伺候不了你了。这个时候，近一两个侍妾，兰儿不会在意的。母妃，是儿子自己不愿意纳妾，不是王妃的意思。侧妃之事，母妃休要再提。这一辈子，儿子的后院永远只有兰儿一人。哪有男人一辈子只愿意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的？你知道老三老四都有把南尹公主纳为侧妃的意思吗？这其中的利害关系谁都知道。娶了慕容映雪，等于南尹国的兵力抓在了手上。南尹国敢参与大齐的内政，儿子自会领兵去灭了他们。区区一个南尹，还敢干涉大齐？罢了，你回去吧。这个傻儿子也不懂得拉拢势力。王爷回来了。兰儿以后不用起身迎我。今日又惹皇上不高兴了吗？你知道了。兰儿，以后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那侧妃之类的话，我不想你为这些事心烦。上辈子慕容映雪嫁给了四皇子，成为襄王侧妃，只是今世慕容映雪看上的竟然是瑞王，这真是让人没想到。好了，我没有这么小心眼，王爷的表现真的太让我满意了。真的？那来个奖励啊！哎，他动了，他在踢我。来，我来听听。别闹了。怕什么？别吵，我要听。他真的动了，他今日在奖赏我，一定觉得我做的对。是，孩子感觉到了，你是他的好父王。可不是吗？幼稚。林云洲像往常一样带着宋若兰去了宫中请安。刚从皇后宫中出来时，林云洲被皇上叫去了御书房，而宋若兰则往玉秀宫的方向走去。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，听到了没？你胆敢对本王妃不敬，你以为本王妃不敢治你个不敬之罪吗？王妃好大的架子，是不是我这个一品诰命夫人也要向你行礼呢？夫人以为你的女儿对本王妃大叫，本王妃治她的罪，你又能全身而退吗？哼，我们走。你这个商妇女，凭什么要我向你行礼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，我就能嫁进瑞王府了，都怪你，懒得和你计较。宋若兰说完，转身就要走了。你这个贱女人，我今日和你拼了！哈呀！尖儿，喵，疼！你们都死了吗？还不快扶小姐起！我早晚会弄死你的！胡说八道什么？去告诉皇上，江景新残害皇嗣，请皇上为本王妃主持公道。求王妃饶过我的女儿。晚了，刚才江夫人如果听我一句劝，好好管教你的女儿，也不会导致她像疯狗一样咬上本王妃。这时林云洲赶了过来。兰儿，你没事吧？王爷放心，我没事。皇上驾到！怎么回事？你来说，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回皇上，刚刚王妃走在公道上，遇上国公夫人和江小姐。江小姐无缘无故就骂王妃，王妃训斥她以下犯上。江夫人护着女儿，说自己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王妃没有资格让她行礼。王妃不想和他们胡搅蛮缠，就朝玉秀宫走去。没想到江小姐像得了失心疯一样，要杀了王妃，求皇上明察。江小姐就是冲着王妃肚子中的孩子去的。你这贱婢，红口白牙，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仙儿推的王妃？那国公夫人说说，你是怎么和王妃起冲突的？凭什么？云州哥哥不分青红皂白就站在宋若兰一边，他看宋若兰的眼神为什么这么温柔？那江夫人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回皇上。众所周知，王妃对国公府有怨恨。今日臣妇和女儿刚好与她遇上，王妃怎么能不出这口气？于是她不分青红皂白，怒骂我的女儿，心儿不敢顶撞她。王妃见我们母女好欺负，就不依不饶，指使婢女打了心儿。臣妇百般求饶也没有用，求皇上为臣妇母女做主。这时皇后和江妃也走了过来，臣妾来迟了，请皇上恕罪。这个蠢货，今日说要做瑞王侧妃被拒绝，看到瑞王妃不咬一口，哪里会善罢甘休？皇上，今日是国公夫人来找臣妾叙旧，侄女有眼无珠冲撞了王妃，请皇上责罚。看来你们一个个认为自己有罪，唯独做错事的人不用认罪。你们认为朕是眼瞎心盲吗？皇上息怒。这时玉贵妃也匆匆走了过来。兰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母妃，放心，兰儿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父皇，不如叫大理寺来好好审一审，还王妃一个清白。一听要大理寺来查案，江夫人慌了。不用查了，本王全部看清了事情经过。三弟怎么来皇宫了也不见来找朕？这不是刚好看了一场大戏，就耽误了去见皇兄了。随后誉王的眼光落在宋若兰身上，请三皇叔把所见到的事情说出来，侄儿感激不尽。你就不担心本王说出真相对瑞王妃不利？只要三皇叔说真话，事情就一定不会对王妃不利。本王不是多管闲事之人，不过今日实在看不过去，有的人惯会作恶，今日本王就全当给他一个教训吧。今日之事如这个婢女所说，是这个女人要去推瑞王妃，被王妃的婢女扔出去了。还有，本王今日真是大开眼界，郑国公夫人是仗着皇上依仗郑国公的兵权吗？竟然连皇子的正妃也不放在眼里。见誉王一口气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出来，江夫人早已吓得脸色苍白。誉王这安的什么心，竟然扯上郑国公？皇上在这么多人面前被誉王内涵，害怕郑国公，皇上会放过郑国公府吗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欺君！皇上，您不能听一面之词就重罚他们，他们是郑国公府的女眷，您这样会寒将士们的心啊！什么将士寒心？难道将士都是他江家的吗？来人，郑国公府长女心思歹毒，杖责50。郑国公夫人目无法见验，教女无妨，只多一品诰命夫人封号，回府思过3个月。这个惩罚让众人都震惊无比。瑞王妃毫发无损，郑国公夫人和长女却受如此之重惩罚。宋若兰这个儿媳在皇帝心中有这么重要吗？还是更看重她肚子里这个？皇上，这是借题发挥吧？是想要动郑国公府吗？宋若兰怎么也想不明白誉王今日为何要帮他。三皇叔不喜与人打交道，今日为你作证说的话，比以往与我1年说的话多。或许三皇叔不如传言中那么暴力。也许吧。王妃要生了，快点去烧水。女子前世惨遭夫君背叛，最后含恨而终，如今重生归来，嫁给了皇子，还一胎生了双宝。王爷请留步，让开。女子生孩子都是如此，王爷无需担心。男子进产房是为不及，王爷还是在外面耐心等待为好。我看他一眼就出来，不会有妨碍的。燕嬷嬷也为难，但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哪有爷们进产房的？林云洲刚要跨进门，只见稳婆走了出来，请王爷耐心等待，王妃马上就生出来了。你快进屋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要在王妃身边，而不是本王这里。王妃再加把劲，看到孩子的头了，就差一口气了。王妃用力啊！兰儿，听稳婆的，使劲用力，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孩子了。生了！恭喜王爷，王妃生的是位公子。王妃怎么样了？疼？不是说生下来了就不会痛吗？王妃说疼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还有一个，王妃怀的是双生子，王妃再用点力，马上就好了。生了，是位小郡主。宋若兰生产完很快昏睡了过去，林云洲终于等到了产房被打理干净后才进去。王妃这是怎么了？王爷放心，王妃只是累了。林云洲这才放下心来。王爷，你看这小子看上去比妹妹强壮些，在肚子里也不知道让着点妹妹，看来是把好吃的都自己抢过来了。林云洲吩咐奶娘抱走孩子，自己就静静地守着宋若兰。兰儿，你醒了？我睡了多久？1天1夜。孩子呢？抱过来给我看看。孩子好着呢，你先吃点东西，不急着这一时。看了一眼孩子，我才能安心吃饭。好。不一会儿，奶娘就一前一后抱着孩子来了。兰儿，谢谢你，你一口气帮我生了2个孩子。扶我起来。那可不行，你躺着，让孩子睡在你身边。宋若兰看着2个孩子，前所未有的幸福。这一世真好，夫君，谢谢你。兰儿又说傻话了。说完，林云洲一直看着女儿移不开眼。王爷不看看儿子吗？算了，长得就像我的缩小版，还是女儿好看，长得和你一样。嘿，是不是吃妹妹的醋了？王爷真是高兴傻了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听得懂我们说话呢？王爷，王妃，小世子可能是尿了，让奴婢抱下去吧。
好。王爷可是自作多情了。王爷，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父皇会给我们的孩子赐名，正式的名字父皇会问过国师后再说。我们只能给孩子们取小名。兰儿，你觉得什么名字好？那就乐乐和宁宁吧，这一生他们要活得快乐和安宁。好，这个名字好。宋若兰看似随意取名，却是对儿子女儿饱含期待。林云洲陪了一会宋若兰，然后去宫中报喜去了。王妃，夫人来了。哦，快快请进。母亲，兰儿，你辛苦了，快别起来。母亲，可是又被父亲欺负了？没有，母亲就是高兴，看着你生下了一儿一女，母亲心里高兴。这时奶娘把小郡主和小世子抱了过来。我的心肝小宝贝，来，外祖母抱抱。这个事儿子吧，都说儿子随娘，你看他长得多像你。这是小郡主，女儿像兰儿更好，多漂亮啊！你母亲也就是长了一副好皮囊，把你父王迷得团团转。以后我的外孙女也迷一个像你父王一样的优秀男子。这个确实像你爹，以后你也像父王一样找一个像你娘亲这么漂亮的媳妇。母亲怎么能这样夸自己的女儿？瞧瞧，你们的母亲害羞了，外祖母就是觉得她好看怎么办？转眼到了满月宴，前来祝贺的宾客数量超过了预期，好在多备了几桌酒菜，这才没闹出笑话来。嘿嘿嘿，把你的嘴巴合上好不好？我们都知道你儿女双全，你差不多够了。今日本王开心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别，今日我是来认亲的，我们认个干亲，让你女儿做我的干女儿，儿子做个干儿子，如何？不如何？别这么小气，我会给很多见面礼的。不稀罕。以后小世子的功课就交给我，小郡主子和小世子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你自己生去，想来抢我的儿子女儿，没门！以后纨绔的名声就我一个人背，我去说你不是纨绔，是我把你带坏的。为了干儿子，你也太豁得出去了。王妃都不在乎我的名声，我又何必在乎？我的好哥哥，你不要小气好不好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那你就做乐乐的干爹。你都答应了一个，为何还要留一个？你不怕郡主长大后会生气吗？他生什么气？哥哥有干爹，妹妹没有啊。秦霄贤说的理直气壮，林云洲没办法，只好答应。罢了，两个都叫你干爹，总行了吧？宁宁、乐乐，我是你们的干爹，以后干爹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好棒，不要把他们摔着。我在家练了好多遍，你放心吧。突然满月宴上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慕容映雪竟然跟在太子妃身后一起来了。慕容映雪这次是带着嫁给大齐皇子的任务来大齐的，如果完成不了任务，回去南隐国也会被苛责的，所以她在等一个时机。宋若兰把红衣叫到一边，用只能两人听见的语气小心说道：安排几个人盯紧了南隐公主，再分派几个人盯紧太子妃，小心她使坏。是。瑞王是不是眼神不好？我慕容映雪要才情有才情，要美貌有美貌，还有南隐国的兵力做她的后盾，难道还会比一个落魄侯府的小姐差吗？她宋若兰凭什么这么好命，被镇国公世子退婚后还能嫁给瑞王的一个别人不要的女人，凭什么得到瑞王的青睐？就在慕容映雪走神的那一瞬，太子妃早已悄悄离开了座位。这次我一定要扳倒宋若兰，凭什么我一个太子妃还没有她过得好？东宫每日都吵得不得安宁，我都过得不好，为何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？宾客有说有笑，宴会过后大家心照不宣，没有回府去。知道皇上待瑞王与众不同，知道皇上一定会来，所以都想借这个宴会见一见皇上。皇上驾到！父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平身，儿臣给父皇请安。免礼，把孩子抱过来给朕看看。老五真是厉害了，一生就生俩，赶超了好几个兄弟。说来也奇怪，乐乐在皇上的手上就哼哼唧唧，好似在给皇爷爷撒娇，可是到了皇后的手上，乐乐就哇哇大哭，哭声响彻王府。宁宁也是如此，在玉贵妃和皇上的怀里安安静静，到了皇后的手上就哭个不停。孩子们这是饿了吧？说完看着皇上，想让他下令把孩子抱下去，可是皇上对孩子越看越喜爱，怎么会舍得放手？赐朕的孙子为长乐世子，孙女为长宁郡主。谢父皇。皇上，这不合规矩，封世子和郡主是要瑞王去请封后，再由礼部一手操办。朕说的话就是规矩，皇帝想封的世子和郡主还要看谁的脸色不成。老五，你去朕的司库再挑些礼物，朕今日带来的这些远远不够。谢父皇。好物件都给了长乐和长宁，以后我的孙子能得到什么？如今瑞王都安下心来过日子了，而老八还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跟着秦二公子去做纨绔。站在秦霄贤身后的宁王瞧见了母后黑着的脸，赶紧又重新缩回了秦霄贤身后。嘿嘿，瞧你这点出息！我不就是害怕母后眼红五哥有了孩子，也催我成亲吗？不怕，你学学哥哥我就成了。
你有何好办法？哥哥送你5个字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。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不就是耍赖呗？与其和母后像捉迷藏一样东躲西藏，还不如用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和他耗着。这在两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的时候，帝后要起身回宫了。太子妃也太不懂事了，这种场合也不出现。父皇、母后，请留步。如今院中与美人开的正宴，儿臣想邀请父皇母后前去观赏。哼，我要带着父皇去看一场好戏。看来瑞王妃和朕一样，也是个爱花之人。女子因为嫉妒，竟然在别人眼皮子底下行巫蛊之术，没想到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。在宋若兰的引领下，帝后不疾不徐地走着。既然敢在瑞王府使坏，就不怪我心狠手辣。突然，前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：“好了没有？快点！马上好，奴婢要把黄土全部遮挡住。”这声音让父皇见笑了，是儿臣管教王府不力，才让下人冲撞了圣驾。去看看这些人在干什么。刚才一定是听错了，太子妃怎么会在瑞王府？她不是一直都没过来吗？滚出来！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华丽的女子走出来。太子妃，你鬼鬼祟祟在这里干什么？太子妃是迷路了吗？是不是？是，母后，王府花园实在太大了，儿臣走岔了路。太子妃强作镇定。母后，要不让太子妃说说她怎么迷路了？儿臣打算做几个醒目的牌子，免得下次又迷路了。这点小伎俩也想瞒过朕？来人，把这棵树挖地3尺。是。不一会儿，藏在地底下的小人被挖出来了。这是一个浑身插满了针的小人，上面写的竟然是皇帝的生辰八字。太子妃真懒啊，害人竟然就用一种招数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禀皇上，儿臣不知道此物从何处而来。这里是瑞王府，不如问问瑞王妃，应该更清楚。太子妃强作镇定，可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她的手心都被掐得鲜血直流。既然太子妃说此物不知从何而来，那你们在树下做什么？是奴婢鬼迷心窍，想要栽赃瑞王府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错。好，拉下去，诛他9族。不要啊！皇上饶命啊！是太子妃让奴婢做的，是太子妃想要诬陷瑞王谋反，求皇上饶了奴婢吧。太子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今日起贬为庶人，幽禁宗人府，永世不得出。其父裴侍郎教女无妨，削去官职，遣送回老家，不得再踏入上京一步。好在皇上没有太下他的面子，谢天谢地，阿弥陀佛。这个蠢货本来是从娘家挑选进来帮助我的人，没想到今日裴府差一点就葬送在他的手上。这个王妃心机手段了得，今日故意以赏于美人为借口，把朕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罢了，人家都到家里来栽赃陷害，他反击一下又如何？臣女恳请皇上赐婚。南瀛公主，你就非要嫁给瑞王不可吗？回皇上，映雪想嫁的不是瑞王。那你看上谁了？臣女想嫁给太子。难道你想做太子妃不成？臣女求的是侧妃之位。哼，瑞王的心中只有瑞王妃。经过我今日的观察，瑞王府所有的装饰一看就是瑞王妃的手笔，所有人都对她宋若兰毕恭毕敬，王府每一处透露出的信息都是她在做主。如果强行进瑞王府的门，瑞王一定会对我不理不睬。罢了，主动放弃并不叫输，反正皇帝早晚要为我指一门亲事，如果不是皇子，就是打南瀛王氏的脸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嫁太子。好，朕准了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，万万岁。长宁不喜欢父王，为何不喜欢父王呢？父王只带哥哥去骑马，丢下长宁一个人，父王怎么能这么偏心呢？长宁也要骑马，要和哥哥一样做马背上的将军。哦，是谁惹我们家郡主不高兴呢？你弄哭的，你来哄。妹妹不哭，哥哥回来了，告诉哥哥是谁欺负妹妹了，哥哥去打他一顿。是父王欺负了长宁。这我可不敢打，妹妹还是不要打了吧。等长宁长大，父王教你骑马好不好？长宁现在就长大了，和哥哥一样大。长宁不喜欢父王，父王说话不算话。长宁不哭，父王听你的，明日就带你去好不好？父王要3个明日，要连着去3天。这小不点连算术都算不清，还骑马呢？宁宁，这是5个明日。那宁宁要好多个明日。妹妹以后也可以去骑马了喽，我要去告诉母后。我也要去。翌日，林云洲带着2个孩子来到皇家跑马场。
哟，武帝真是个好父亲，带着一双儿女来骑马呢。太子也不成多让嘛，太子带着儿子慢慢玩，我就先走了。自从太子的嫡长子成了傻子以后，太子就在着力培养次子林子瑜。傻子都知道，太子就是故意来偶遇他的。武帝可愿意和我两人联手对付三弟？他也就是命好投胎到了前皇后的肚子，这么蠢能稳住太子之位这么多年，确实也不容易。太子另请高明吧。说完抬腿就要走，好好的和儿子女儿相聚的欢乐时光，却被太子给搅和了。怎么回事？长宁告诉父王好不好？怎么回事？长乐，你来说刚刚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和妹妹在骑马，子瑜哥哥一来就要抢我们的马。我说马厩里还有许多匹马，子瑜哥哥就是不要，就一定要骑我的寒风。我不肯，子瑜哥哥就来抢，他刚坐上马背就被寒风摔下来了。子瑜是不是该给长乐道歉呢？你比长乐大，抢了长乐的马，你哭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故意让马把我摔下来。不是你说的这样，你说谎，是你抢了寒风，寒风不喜欢你，才把你摔下来的。太子还认为这件事是长乐的错吗？受伤的是子瑜，你的两个孩子都没事，你说长乐有错没有错？那好，就要父皇来断一下这个案子。本来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，林云洲想大事化了，没想到却被太子两父子反咬一口。是我抢了长乐的马，求父王不要带我去见皇爷爷。太子听自己的儿子这样说，转身就朝儿子扇了一巴掌。林云洲眼疾手快，把手挡住两个孩子的眼睛。哭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如果孩子们能打成一片，也可以拉近和老五的关系。如今倒好，还差点成了仇人。怎么就回来了？没有多玩一会。母妃，今日子瑜哥哥从马上摔下来了。无碍吧？无碍。随后林云洲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给了宋若兰听。小小年纪就会谎话连篇了？可不是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算什么男子？除了欺负家中弱女子，在外就像死了也不敢吭声。你以为本宫不知道你心里还在惦念瑞王吗？你现在是我的人，还在想着外面的男人，你要不要脸？我一直喜欢的是瑞王，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瑞王敢为了国家不顾生死上战场，你敢吗？你除了在家里拿女子出气，你又能干得了什么？太子恼羞成怒，双手紧紧掐住慕容映雪的脖子。你去死吧，你这个荡妇！王爷，宫里来人说皇上快不行了，请你马上去宫中一趟。父皇这是怎么了？回瑞王，皇上这些年听信了道长的话，说服用仙丹可以让人长生不老，这些年每日都服用，平日里也没有任何不妥，就今天早上才发现皇上没有醒过来。什么道长？林云洲说完，看了看身旁跪着的太子，是你做的对不对？逆子，父皇，您终于醒了。不好，皇上已经油尽灯枯了，这是回光返照之象。这时皇后端着鸡汤走了进来。皇上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亲自熬了鸡汤，来趁热喝了吧。林云洲看到皇后那不怀好意的眼神，瞬间警惕了起来。慢着，说着立即把那碗鸡汤抢了过来。周太医，你看看这鸡汤有何问题？是。周太医闻了闻，脸色都变了。这汤里有毒。啊！你们一个个都想让我死是吗？皇上饶命！把皇后打入冷宫。太子，你可知罪？我何罪之有？哼！这些年我日日盼着父皇赶紧死掉，只要父皇你死了，这皇位就是我的了，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。可如今这么多年来，儿臣空担着太子名声，父皇又何尝真正把儿臣当做了太子？不管是儿臣卖力的做着什么，都得不到父皇的认可。父皇如果光明正大的废掉我太子之位，儿臣绝对没有二话，请求去封地过自己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可是父皇每一次都给我希望，最后又要让我空欢喜一场，因为我没有母亲教导，父皇就认为我难成大器。难道这些不是父皇你造成的吗？父皇既然答应了母后要好好培养我，为何把儿臣扔进凤仪宫不管不问？你知道这些年来我过的是多么甚小甚微的生活吗？父皇关心过我的死活吗？儿臣怎么艰难求生存，你看到了吗？自以没用还要倒打一耙怪罪朕，也只有这个废物儿子能干出来的事。这么多皇子，也没有哪个像他一样愚蠢。以他的资质，坐上皇位也不一定是好事。文从帝看了看林云洲，这小子是有福气的，把国家交给他，我也可以放心。林云洲被看得莫名其妙，他还在等父皇说如何处置太子呢。太子大逆不道，其罪当诛，明日午时问斩。瑞王战功赫赫，深得朕心，封为太子，择日举行册封大典。谢父皇。皇上驾崩！皇上驾崩！丧钟敲起，文武百官都朝皇宫跑来。皇上驾崩，国家不能一日无君。太子林云洲登基称帝，由于后宫只有宋若兰一人，直接晋升皇后。